我出生时，满身鳞片，被父亲抱在襁褓里，天上金龙盘旋，电闪雷鸣。稳婆惊吓大喊，跑出门，却看到一条条毒蛇环伺周围。洪武5年，夜里电闪雷鸣，一道粗壮的闪电劈在树上，天空上隐约有一道金色龙影盘旋在天上。此刻，我父亲焦急地在门外踱步，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。终于，随着一声婴儿啼哭声结束，门打开了，稳婆抱着一个襁褓出来。我父亲当即激动地冲过去。生了吗？男孩姑娘？男孩。稳婆脸色怪异，我父亲一把抢过孩子，大笑：太好了，我家没绝后，我有儿。狂喜僵在脸上，我父亲终于发现了异常，面容尖细如蛇，脖子上还有青色细小鳞片覆盖。我父亲颤抖着手扯开我身上的襁褓，待看清后差点吓晕过去。我身上滑溜溜的，身体如无骨般柔软，露出背上大面积的青色蛇鳞，怎么看都是个怪物。不，这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是什么怪物？我父亲把我举起，居然想要摔死我。住手！你想让我们李家绝后吗？不就是点皮肤病吗？养养就好了。我们家子嗣艰难，5代单传，即便我怪异，那也是独苗。我爷爷60多岁，但是身体硬朗，加上上过战场，说话做事说一不二。他一决定要养，我父亲自然不敢反对。稳婆是吓坏了，收拾东西准备跑，刚一打开院门，就对上了数万条绿油油的眼睛。天太黑，李家周围却像围了一圈萤火虫，绿色点点包围了整个4合院，直到天边惊雷划过，照亮一点。稳婆这才发现，这哪里是萤火虫，而是一条条毒蛇环伺周围，特别是为首的那条黑蛇，只是盘旋起来，竟比人还要高。我爷当即捡起一块砖头砸了过去，砖头砸中那黑蛇，黑蛇墨绿的眼睛狠狠瞪了我爷一眼，扭头就走。随后，那数万条密密麻麻的小蛇也跟着游走了。爹，那是什么？那是10几只野鸡野兔，整整齐齐地被放到李家大门口。这不会是那些蛇送来的吧？看那野兔脖子上还有2个牙印，显然是为我的出生送的贺礼。真是造孽啊！我的儿子究竟是个什么？刚开始，我们家不敢收纳野兔，但我太过挑食，不吃米汤，不喝羊奶。我母亲喂奶水时，我差点把她胸口咬掉。数日不食，愁坏了众人。直到我吞掉了一块生肉，人们才发现我吃生肉，而且只能吃生肉，煮熟的一口都不吃。没办法，我父亲只能拿生肉喂养我。好在那些蛇每天都会捕杀一些小型动物送到我家门口，送的多了，我父亲也没了驱逐的意思，看见了也只当不在意。田鼠、野鸡、野兔，那些蛇不仅喂饱了我，让我全家也沾光吃肉，多的还能卖钱。只是也因为这怪异举动，我没有一个朋友。妖怪来了！妖怪来了！那些小孩们看见我，却一哄而散，甚至还大声嚷嚷着妖怪。他们跑得很快，生怕我抓他们，吃他们的肉。我有些失落的准备走，却见一个人对我挥手：“他们胆小鬼，我跟你玩。”好，那小孩还送了我一颗糖。我母亲说了，要学会跟你分享，我也有好吃的，给你。我从怀里拿出了一块肉，掀开油布，分给小孩吃。你这个畜生，对我孩子干什么？一个女人疯了一般冲出来，上去扣开小孩的嘴巴，把那肉给扣出来了。二婶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那女人一巴掌扇到了脸上，疼得我哇地大哭出来。你这个畜生，灵都没退的死蛇妖，居然敢骗我儿子吃生肉，是想让我儿子也变成妖怪，把他拽下来陪你死吗？二婶生气极了，污言秽语的一阵骂，还用右手掐住我的耳朵拧，疼得我放声大哭。这声音把我父亲引来了。老二媳妇儿，你打我儿子干啥？你还有脸问？你看看你儿子骗我儿子吃了什么东西？生肉啊，生肉！还是那些畜生们不知道哪里弄来的生肉？你想害死我儿子不成？二婶怒气冲冲地扯着我耳朵，找我爹对峙。一瞬间，我爹的腰杆就矮了一截。正常人不能吃生肉，更何况是小孩。这事是我理亏，我爹没办法，只能点头哈腰的道歉。回家后，我们全家狠狠教训了我一顿，让我再也不要出门了。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第2天二婶就死了。二婶是在后山找到的，死状十分惨烈，身上到处都是蛇咬过的痕迹，浑身皮肤乌黑肿胀，像是泡了水囊肿的黑色馒头。而那只扇过我巴掌的右手，则是粉碎成了肉泥，软趴趴的粘在地上。我全家吓坏了，我父亲更是连夜跑了20公里，去求了隔壁镇上赫赫有名的刘婆婆。刘婆婆架子很大，不仅要架高，还要准备个轿子，2个人抬才算把她抬来。孩子呢？出来我看看。刘婆婆看上去有70，满头白发，她在抽旱烟，烟雾缭绕的，让她看上去更不好惹了。我父亲把我领了过来，那刘婆婆却突然浑身一震，
整个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旱烟都扔地上了，直接跪在地上，梆梆梆地，先给我这个小孩磕了3个头。晚辈黄镇江出马，弟子刘氏，家里供奉黄仙50年，惊扰仙家法家，还望仙家不要怪罪。我爷爷当即就要把刘婆婆拽起来。您起来，哪有给小孩磕头的道理？仙家不开口，晚辈不敢放肆。那刘婆婆却是换了副面孔，唯唯诺诺地跪在地上，十分敬畏地看向了我。直到我爷爷让我说让刘婆婆起来后，她才敢哆嗦着起身。我被支了出去，直到离开之后，刘婆婆才敢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埋怨地瞪向我爷爷。你们家里供奉了这么厉害的仙家了，何必再找我这个老婆子班门弄斧呢？什么仙家？我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厉害仙家？你可别糊弄我了，你那孙子身上的不就是一位厉害的仙家吗？我老婆子活了70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厉害的仙家。若是能运气再好点儿，化龙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只是可惜了。我爷爷立马急了，那刘婆子却突然下跪，朝着我下跪磕头。这钱我绝不能收。我爷爷立马大惊：你可不能不管我孙子啊！说的什么话？我老婆子能为仙家做事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哪敢厚着脸皮收您的钱？此刻刘婆婆失了所有傲慢，倒是满脸谄媚。毕竟那位最少也得有几千年的道行了，甚至连额头都冒出肉芽来，已经化焦了。跟着如此厉害的仙家侍奉，若能得半点好处，岂不是天大的机缘？至于那二婶儿，倒是不用担心，毕竟她虽然惨死，但到底是新鬼，道行不够。虽然这些天游荡着吓唬我们，但真要动手，也只在头七之后。刘婆婆让我们去买了些辟邪的东西，桃木、糯米、黑狗血与雄壮的大公鸡，甚至还取了我的血，化了纸人代替我，说到时候蒙混过关，把那横死的鬼给骗过去。时间逐渐接近头七，夜里，刘婆婆拿着烟斗，一下下地敲打在那纸人身上，嘴里还念念有词着别人听不懂的咒语。而随着她的敲打，院外又游过来了一大群密密麻麻的毒蛇，直到一声凄厉的鬼叫，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后面的事我不知道，只知道醒来时，那黑狗突然横死，我父亲、我母亲、我爷都是惊魂未定，而我额头上则是鼓起来2个小小的肉球，简直像是2个未化形的龙角一样。我儿子头上怎么会长出龙角？没事，刚刚他体内的仙家出来了一下，二者还未稳定。人类的身体太弱了，承受不住能量的冲击，所以大部分时间仙家都在沉睡。不过他们是一体双魂，本就是一体，恢复过来就没事儿了。听见刘婆婆这么说，家里人才算放心。那二婶已经被送走，我这才算平安无事的活到了6岁。只是到了6岁那年，我家被人欺负了去。我们家人少，而隔壁家有7个儿子，儿子多自然的就不够分，然后就把爪子伸向了我家的地方。殊不知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。滚！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我还说这一片都是我的呢。做人讲点道理，这一片明明是我家的，你凭什么抢我家的粮食？我爹怒气冲冲地指着那块地，麦子已经成熟，属于李家的麦田却被割得只剩一小块。他们7个壮汉把我爹围住中间，直接扯着他衣领就是一拳。讲道理是吧？脑子的拳头就是道理。双拳难敌4手，即便我爷我爹拼死反抗，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鼻血横流。我冲了上去，一口咬在了踢我爷的男人腿上，老七一吃痛，一脚把我踹翻。我肚子火辣辣的疼，手却摸到了一条小蛇。见我被打，我爷爷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，扭头回了家里，摸出一把砍刀跟他们拼命。这架势吓得那7个壮汉一溜烟就跑了。我爷爷还想再追，却被刘婆婆给拦住了。你别冲动，他们自有别的来收拾。刘婆婆指向了草丛里，那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有蛇，大量的蛇在汇聚，向这边游过来。欺负了他们老祖，还想活下去吗？果然，当天夜里就出了事。那老七半夜发了疯，拿着镰刀砍伤了几个兄弟，最后竟跑了出去，一头扎进了河里，活生生把自己溺死了。而自此，我家也跟那宋家结下了死仇，我的名声也是越来越臭。但凡得罪过我的，无一例外的惨死，这也就导致更没有小孩敢跟我玩了。我爷爷才走没多久，门外就有人喊我出去。走啊，出去偷鸟蛋！那是我同村的小胖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不去，我爷爷不让我出门。我可是发现了一窝野鸟蛋，还有一只孵化了，你真不去？挣扎了3秒，去！我果断起身，把爷爷的叮嘱抛之脑后。那是一处干涸的池塘，翻开芦苇一看，果然有一窝鸟蛋，小鸟已经孵化了几只，
叽叽喳喳的，让我跟小胖看得欣喜极了。小胖果断拿起一个放在手里玩，我们玩得开心，没注意到大鸟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回来。突然，小胖发出惨烈的嚎叫，整个人身体瞬间变成了一个血葫芦。我定睛一看，小胖裤裆前被一只鸟死死啄住，不肯撒嘴。他撒尿的地方被鸟啄了，这可不得了！小胖疯了一样冲到路上，这一冲就把路上的小毛驴吓了一跳。小毛驴一受惊，上面坐着的孙老爷爷就顺带着摔了下来，人仰马翻的兵荒马乱。孙老爷子摔得半天没爬起来，我自然上去搀扶，而那老爷子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是一巴掌扇到了我脸上。你是谁家的鳖孙？想害死我这个老头子吗？不是我，是小胖不小心撞到了你。小胖疼得乱窜，他是追不上了，索性把怒火撒在了我身上，又是一脚下去。路过的村民一看见，立马阻止。你疯了，敢打他，不要命了？那可是蛇妖，小心今晚就要了你的命。但凡跟我有过节的都死了，村民们自然害怕的紧，平时看见我都绕道走，而这老头居然敢打我。那村民四下张望了下，果然在不远处的树荫里看见了一条盘旋的小蛇，我自然也看见了，立马呵斥。村民瑟缩了一下，搀扶着老头去了药方。小胖伤到了要害，也去了药方，偏偏二人就住在一起。药房内有些昏暗，让孙爷爷的脸半边都在黑暗里。他想对我生气，偏偏又不敢，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却直勾勾地盯着他头顶，那里黑雾笼罩，一团漆黑的云朵飘在了李爷爷头上，压得李爷爷脸色也变得漆黑。可是他头顶为什么有云？身后大门被打开，是我家里人跟刘婆婆来看望李爷爷了。只是待刘婆婆看清那团黑气时，却是脸色苍白，什么也没说，拉着我就要离开。我问刘婆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死气，有了这个就命不久矣。果然，当天夜里，那李爷爷就去了，说是岔气给呛死了。实际上，所有人都在议论我，窃窃私语，把李爷爷的死因算在我头上。确实也没错，他是为我挡灾而死。虽然我听不懂什么叫挡灾，但也能知道是不好的东西。但是李爷爷的鬼魂显然把怒气撒在了我身上。屋外砰砰砸门，我爹跟我爷死死地顶住大门，贴着门上的符箓在冒烟，黑狗血已经用尽，连刘婆婆都哆嗦着耗尽了力气，我也昏昏沉沉的，烧得站不起来。就在大门即将破开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“妖孽休要作怪，速速受死！”外面传来了打斗的声音。我爷爷壮着胆子掀开窗帘一看，外面不知何时闯来了一个胖和尚。那和尚拿着棍子照孙爷爷化作的厉鬼当头就打，不过几下，那厉鬼就烟消云散。家里人顿时激动不已，连忙开门对着和尚千恩万谢。那厉害和尚开口就问：“家里有没有9岁的小孩？”这是冲着我来的。刚刚和尚救了我，手段厉害，自是不用说。我爷爷就把我领了出来。和尚看了看我，笑眯眯的：“让这孩子拜我为师吧，以后我护他周全，免得再有邪祟侵扰他。”请问您是？法号绝素，乡野散人一个，不足挂齿，先让我徒弟给我拜师不迟。来人急切。我爷爷却是皱起了眉：“大师拜了您为师，我孙子是不是也成和尚了？”对呀，当和尚多好，虽有清修戒律，但总比小命不保的强。我爹一听就急了：“那可不行，我家5代单传，就这么一个独苗苗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考虑这个？”就在我爷爷咬牙准备让我当和尚时，外面响起了传来了马叫声，马车上下来5、6个壮汉，簇拥着一个隐士高人一样的老者。你家孩子的病我能治，但要拜我为师。不过我可不是什么和尚，没有那么多破规矩。老人家，您孙子拜我才最合适。那和尚一下就急了：“宋一山，你这个老瘪三，敢来撬我墙角，我跟你没完！”呵，真是盗匪性子，还没拜师呢，就当你所有物了。没有师德师风，还想收徒弟？眼瞅着二人快要打起来，门外居然又来了几辆马车。那是一个穿着黑袍的斯文男人，还带着一个小姑娘。小姑娘与我年龄相仿，长得却如同天上的仙女一样美。我算了一卦，我女儿与您孙子命格正正合适，天作之合。只要您孙子愿意当我徒弟，我不仅保你孙子长命100岁，还把我女儿许配给你孙子。好家伙，这下子为了收我为徒，连美人计都使出来了。别说，这小姑娘长得还真好看。你真是无耻至极，为了收徒，连女儿都卖。什么卖不卖的，这是天赐良缘。都说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门亲，喜上加喜的好事，你可别胡诌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男人眼里的算计都快流出来了。我家人自然喜上眉梢，能保住命还白捡一个媳妇，怎么算都不亏。争论间传来一声女子轻笑，一个身穿华丽裙装，全身都带着魅惑之力的女子出现了。这个自称梅姨的女子出现时，连空气都是香的。
小家伙，不如拜我为师。我门下女弟子众多，不如来我这里，我保证把你当亲儿子养，想选几个选几个。我一下就成了香饽饽，4个人都想成为我的师傅，而我没有看他们任何一个，而是盯着头顶的屋檐，有紫金色的气汇聚在那。呵，小子倒是敏锐。有人从房檐而下，那4人顿时虎躯一震，显然没察觉上面有人存在。那是一个穿得邋里邋遢，甚至衣服满是破洞补丁的道人。他一出现，4人顿时脸色大变，躬下身去，双手交握的行礼，拜见通神真人秦元一。你们走吧，那点道行就别耽误孩子了，这徒弟我收下了。那道长挥了挥手，跟赶鸡鸭一样随意。4人脸色变了又变，但眼前之人可是秦元一，能怎么办？4人虽然不服，但到底拳头不够大，行了个礼，默不作声的离开了。人群一走，那道长就到了我眼前，一根手指抵在我额头，顿时清凉感袭来，我混沌的精神一振，居然恢复了力气。太好了，我娃没事了，终于没事了。我母亲抱着我掉眼泪，事情却没那么容易了结，只是缓解而已。想根治还要天才地宝的滋养，以及秘法滋补。这娃娃跟我走吧，10年内都不能回来，你们也不能去看望。浊气难消，神魂不稳，即便这次治好，以后也源源不断的吸引灾祸。什么10年？我爹惊呼一声，若是真的跟他走了，那下次见面就得是我19岁生辰了。保命重要，只要跟着秦真人，肯定没问题。刘婆婆显然听过这道人的高明，当即崇拜极了。谁人不知秦元一？目前最强之人，若是连他都保不住我，那世界上就没有人能保护我了。你先休息，3天后我来接你。道人挥了挥衣袖，众人都没反应过来，眼前就没了道人的身影。也是他走后，刘婆婆才对我们娓娓道来刚刚那5个人是谁。玄学界有4大门派，东占星派问卦，必灾寻人；南密金派古木立象定穴，西寻龙派龙脉风水气运，北渡恶派阴阳交接寻魂。而那4个人刚好就是4大流派的掌门人，无论是占卜过去未来，还是下墓寻得金银财宝，亦或者寻龙脉下葬为祖孙汇聚财气，还是驱鬼御魂，他们4人已然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而我师父就厉害了，刘婆婆说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我师父厉害。3天转瞬即逝，道人如约而至，纵然不舍，为了我的命，我爷爷也只能把我交给他。期间更是哭泣不舍，我师父还送了刘婆婆一本书，把她高兴的不行。就这样，我离开了这个小村子，走向了那条充满未知的道路。师父领我到了一座浓雾笼罩的山里，到了一处宅院，在实行拜师礼前，还跟我约定了3令5申，不得仗势欺人，用所学作恶，不得欺师灭祖，不孝不悌。这倒是正常要求，即便他不说，我也不可能犯贱。只是这偌大的宅院，只有我师父跟一个老仆，并无别的师兄师姐。我们门派向来贵精不贵多，一脉单传，只能收1个徒弟。我是如此，你以后也是如此。我立马磕头应是，烧香拜祖师。师父带我在牌位前露面，喝了拜师茶，我就彻底拜入师父门下。除了日常跟着师父打坐修行，学习奇门遁甲外，我还必须要熟读4书5经，免得到时候秘籍都看不懂。如此一晃8年过去，这天师父突然告诉我，他要去云游天下，要1年后才回来。1年？这样太长了吧？这些年师父对我倾囊相授，山医命相补，师父从简入凡地教，我1天没落下。如此已经能独当一面，但是毕竟身上厄运缠身，而且还时不时有人求上门，求我师父出手的，都交给我，我能应付得来吗？师父一巴掌拍在我背上，我秦元义教出来的没有孬种，你的资历已经可以出师，独当一面了。以后有人找来了，你处理了就是。只是有3条，你必须做到。师父您说。第一，你必须在1年内赚到1000两黄金。啪嗒一声，我手里的茶杯就掉了。多少？1000万两黄金？师父没骄纵我，钱上面与寻常小孩无异。我目前摸到过最多的钱就是1两，100两也就敢做梦想。而现在师父要我赚1000万，还是1年内，抢劫也得搬许久的。第二，你必须靠我教你的这些本事赚钱，敢走歪路，我打断你的脊椎。抢劫，梦烟消云散。至于第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的第1单生意不能在燕归城，其他什么地方都行，唯独这里不行。师父，你开玩笑的吗？我把我卖了，也换不了1000万两啊！没见识的小子，1000万两而已，以后多的是人求你办事，给的会更多。那万一完不成，就打断你的腿，让你爬回家去。师父是认真的，并且当天就走了，可把我愁坏了。这1000万我从哪里赚啊？没想到第2天就有人求到了师门，
那是一对妇女，不仅坐着用黄金打造的马车，后面更是配了几个车队，一群人簇拥着他们，一看就很有钱。只是看着那漂亮姑娘，我却觉得分外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却记不清了。这是笔大买卖。一进门，我就看见了二人头上的黑气，不是死气，而是煞气，被厄运缠身，倒霉不断。那男子十分客气，先是自我介绍了一下，表示开出500万黄金的高价，请我师父出手。我师父出去了，1年后才回来，有什么事我可以看看。500万！我差点跳起来，但还是学着师父的样子装得清冷。名师出高徒，真人培养的徒弟自是人中豪杰。我这边出了一点情况，希望您来燕归城看看。我火热的心被一盆冷水浇透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忙另请高明吧，我帮不了。虽然有500万两诱惑，但是答应了师父的条件，我就不能去犯。听见我拒绝，老仆立马送客。别，小道长有话好商量，只要是办成，700万、800万我都拿得出来。跟钱无关，你走吧。二人很是不甘，那女子更是直呼我名字。大师，我们同样的年纪，救救我吧。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？对，我是柔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突然我想起以前好像真的见过这个姑娘，只不过当时在城里一面之缘。她确实楚楚动人，但是可惜了，我不吃这套。送客，师父说不让我第一单接燕归城，那就必然有道理，我只能把800万两往外推。人走了，我肚子开始发出抗议。家里真没钱了吗？我询问老仆，得到的只有3文钱了。师父走时根本没给我钱，此刻家里米缸见底，我眼瞅着就吃不上饭了。叔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不想啃土豆了。师父留下的第2条规则，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赚钱，包括做零工糊口，所以我只能挖点土豆吃。老仆掏了半天，硬是在墙角找到了一些，凑了10文钱。就这些了，少爷你快赚钱吧，我想吃肉。我也想啊。这些天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登门拜访，可惜全是燕归城的，我又不能接。这些天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索性一咬牙，拿着那10文钱去狠狠递下管子。老板，下一碗面。10文钱只有这个，还只能买1碗。我拿了个小碗，跟老仆分着吃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嗤笑声。哟，2个大男人只点了1碗面，能吃饱吗？一看是我当年读书时在私塾里的同窗，他还勾肩搭背地拉着一个姑娘，那姑娘是这里最红的头牌，叫赵敏。这就有一点尴尬了。这个赵敏曾说愿意一文不取，委身于我，但被我拒绝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网友才没少找我的事。吃不饱啊，要不你请。我反手就怼了过去，网友才反倒高兴极了，像是终于把我踩在了脚下，拉着赵敏坐了下来，十分豪爽道：行啊，看你可怜，我赏你一顿饭。看我落魄，他高兴极了，我也高兴，直接喊老板过来，指着菜单：这个不要，其他的全部上一份。这下轮到网友才傻眼了。你点这么多，能吃得完吗？吃不完我兜着走啊！不会是王大少落魄了，打肿脸充胖子？刚刚说请客又反悔了吧？你偏偏赵敏在这里，男人最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只能铁青着脸付了几10两，可把我吃美了。特别是看见他不爽的脸色时。明天燕归城聚满楼里宴请所有同窗，你记得过去。他没好气的留下一句话，就拉着赵敏走了。好啊，又是一顿免费的饭。第2天，燕归城的聚满楼热闹非凡，门口挂着喜庆的灯笼，伙计们忙前忙后，网友才包下了整个酒楼，里面摆了几10桌酒席，同窗们3三2两的坐着，谈笑风生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桌上陆续上了菜，我拿起筷子刚要动，人群突然一阵骚乱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：那位大小姐来了。谁？我扭头一看，就看见了人群之中的那个姑娘，他们口中的大小姐居然还是熟人，那个求到我门口的父女俩，其中的女儿江柔柔。不过她怎么会在这？她一到，网友才的爹立刻跟舔狗一样，甩着大舌头就过去，弯腰献媚的跟她打招呼。还有其他人也是一窝蜂的向她围拢过去，想凑到她面前混个脸熟。但看她头顶的黑气似乎比之前更浓郁了，我没了吃饭的兴致，反正在网友才那里坑了不少的吃的，不如回去吃饭，就站起身准备离开。就见网友才刻意走到我身边拦住了我，指着身后放置礼物的地方，摆满了同窗们送他的礼物。喂，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？我掏了掏兜，只摸出了一个折叠好的平安符。这个是我画的，送你。人群里不断传来嗤笑。骗人骗到这里了，这种东西都能送出去啊，真厚脸皮，没出息。老仆生气了，想要冲出去，结果被我强行压了下去。就在网友才数落个不停时，居然是江柔柔为我开口解围。你不要我要，这个平安符我出5万两买了。你疯了，花5万两买一张破纸。其他人不知道我的身份，
自然也不知道这符箓有多贵重。江柔柔没有搭理其他人，而是郑重其事地询问我：“您能不能把这平安符卖给我？”“不用钱，我送你了。”“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？要不我拿金镯子跟你换？”说着，他就取下手腕上的金镯子。我可不敢收，他是燕归人，谁知道收了东西算不算我的第一单生意？说送你了就送你了，不想要就撕掉。当即江柔柔不取镯子了，而是给我鞠了一躬，说谢谢大师赐福。你给他下蛊了吗？一个破纸就这么重要？江柔柔气得大声喝道：“说话客气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少爷这么说话？你知道你丢掉的是什么吗？多少人重金求上门，都求不来一张平安符，你也敢大放厥词？”要不是江柔柔脾气好，她此刻都想打这个王有才一顿。你真是中邪了，居然吹捧一个泥腿子！他可是我们私塾里成绩最差的，珠算都弄不清楚的傻子，你居然吹捧他？对啊，他甚至连会试都不敢去考。其他同窗也跟着说道，结果却换来江柔柔的一声嗤笑。考试？他考不考试很重要吗？这位少爷可是通神真人秦元一的唯一徒弟，继承了通神真人秦元一衣钵的传人，未来玄学界的顶梁柱，站在万万人之上的未来道长。这可把我夸得不好意思了，偏偏江柔柔还抬高了音量，是要为我证明。你们能跟少爷是同窗，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居然还不知道好好珍惜，真是一群蠢物。这喧哗吸引了王有才的爹，过来一问，顿时面色青紫一片。蠢货，跪下！王宗对着王有才就是一脚。爹，还敢叫？给我好好向少爷道歉！王宗当即就信了，因为那是江柔柔，他这样的背景不至于说谎骗人，更何况这种谎。通神真人秦元一这个名字响当当，谁人不知？真人一张符箓，曾经让一个被马踩过的贵人都平安无事，这等威力，谁人不眼红？来求福的人络绎不绝，但别说求了，连面都不见到。而现在，这蠢儿子干了什么？不仅看不起，拒绝了那平安符，还一顿羞辱通神真人的弟子。王宗当即拉着王有才给我道歉，还一个劲的赔笑脸，说好话。这人相当厚脸皮。您看，您那里还有平安符吗？能不能再给一张？不好意思，我就带了一张，没别的了。拒绝的如此明显了，他怕继续纠缠会惹我不快，只能讪讪离开。倒是江柔柔粘上了我，跟我一起离开了酒楼。我们坐上了他的马车，这里隔音好，只是有点暧昧。江小姐，谢谢你为我解围。没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抱歉，虽然你帮我解围，但我答应了我师父，暂时不能接燕归城的生意。不过你可以说话发生了什么，或许我能出主意。我们家祖坟里好像闯入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坟墓里每晚都会传来指甲抓挠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爬出来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一下子就发现了疑点，平常人怎么会往祖坟里跑呢？最先发现异常的是我哥，他突然开始做噩梦，并且梦游驾着一辆马车到了祖坟，发了疯一样用双手抓挠泥土，想要把祖坟刨出来，自己躺进去。还是仆人见状不妙，回来喊我们才知道的。刚开始我们还以为只是我哥梦游罢了，但是随后我们全家都梦到了同一个噩梦。梦里我们站在坟墓外，听着里面不断的传来抓挠的声音，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爬了出来，但是我们却一动不能动，直到那东西彻底挠破了棺材，把我们杀死才能醒来。我母亲吓坏了，当即就派人去祖坟那边看。白天的话还好，刨开了坟墓，里面没有任何异常，但一到晚上去听，里面却有恐怖的抓挠声。而且自那以后，我们家也接连发生意外，我爹差点被诬陷入狱，我差点被花盆砸到头，我哥差点被马踩死。这显然是冲着他们的命来的。我思考片刻，那你们有考虑过迁坟或者找到风水师驱邪吗？找了，但是他们都失败了，让我们另行高明。少爷，您可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们家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，我感觉那怪物快要挠破棺材了。挠破棺材？那个怪物一定会冲出来，把他们生吞活剥了的。江柔柔可不想死，所以把希望全部寄托到了我身上。具体情况我还要去他们坟墓看一看，才能做出判断。你们祖坟的地方在哪？带我去看看吧。不远，就在隔壁顺平县，我爷爷在那里长大，所以按他的要求就埋在了顺平县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顿时激动。不是在燕归城，当初我与师父约定不接燕归城的单子，但出事的地方是在顺平县。我若接的话，就没有破坏与师父的约定，还能赚到最少500万两。这个任务我接了。江柔柔十分上道，我还没有开始呢，就直接把定金给了过来。她手里的钱不多，只有100万两，不过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笔通天巨款。这下子我和老仆再也不用担心伙食费不够的问题了。江柔柔爹专门驾着马车来接我，
一路上阿谀奉承的夸赞不断。我趁机询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据他所说，祖坟的选址是当年的一位老风水师所选。当时年代动荡，正值战乱，那名风水师被抓了当了奴隶，每日劳作吃不饱饭。江家人好心给他饭吃，结了一份善缘。那位风水师就为他们家选那一处风水宝地，说只要把祖先埋葬于此，可保世代福禄健康。果然如他所说，自那以后江家开始发迹，在那个战乱时期打下了不错的家业。而现在他们的祖坟出了问题，事出有因，必然与那祖坟脱不了干系。到了江家祖坟的地方，果然有几十个人在等候，而我一眼就认出了江柔柔的哥哥。毕竟一群仆人里面就那么一个气质突出的年轻人。江父热切地介绍我，并要求江明给我问好。只是那江明爱答不理的，斜视我一眼，就冷哼着扭过了头。他们读书人都是不相信鬼神之说的，即便他已经距离死亡一步之遥，也会给自己找各种借口，以为那不过是梦游罢了。只是观他头顶那盘旋的黑气，看上去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印堂发黑，可是招惹了什么东西？又是一个死骗子！这套词说腻了没有？这次打算骗多少钱？这个无理的举动是在把我的面子往地上踩。我们少爷好心救你，你居然这样侮辱我们！少爷，我们走，管他们去死呢！我嗯了一声，跟着老仆打算离开。虽然我缺钱，但是不至于为了500万两被人如此羞辱。眼瞅着救命稻草就要走，江父也是气急了，上去就对着江明的脸就是一巴掌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舌头不要就剪掉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唧唧歪歪，还敢侮辱这位大人？你知道我为了请这位大人有多不容易吗？你这是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你才疯了吧？非要被别人骗钱了才舒服？你看他还没我大呢，还大人，都一把年纪，还被耍得团团转。你这个逆子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江父可不敢留手，毕竟我在旁边盯着呢。他自己动手打人，能让我消气，出手帮助他是最好不过，所以他打得格外猛烈。就在江明被老爹打得惨叫之时，指甲撞到棺材的声音发出，让所有人停下了动作。那声音就像柜子移动发出的尖锐摩擦声，十分的尖锐刺耳，让人听了就感到难受。即便那声音被泥土覆盖，也能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朵里。所有人的视线盯向了那祖坟的位置。又来了！这个如同魔鬼一样的声音折磨着所有的江家人。我细细打量着江家的祖坟，这座坟墓修建得十分气派，甚至选的位置也十分的精巧。傍山依水，细水长流，水通财。特别是流动的水围绕在祖坟周围，如同卧龙般把这处墓地盘活了。这无疑是好的风水宝地，看不出什么古怪。开棺，或许古怪藏在里面呢。开棺，今天加300钱。江父一开口，仆人们立马挖土。然而泥土在渗血，恐怖至极。眼瞅着仆人们吓退了，不敢动手，江父只能再加钱，500、1000，甚至2000钱，这才算把棺材给打开。打开棺木，里面是2具老人的尸体，他们合葬。明明死去多年，但那尸体新鲜的，却仿佛睡着了一般，甚至连面色都没有，死人的惨白。您看这是怎么回事？里里外外我们也找了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棺材里。江家老2口的陪葬品很少，并没有奇怪的东西。是吗？刨开他们的肚子看看。我眯着眼睛盯着他们肚子里不断冒出的黑气，那里正在散发着不祥的气息。你这骗子是想侮辱我爷爷奶奶的尸体？切开身体本就大逆不道，江明不想让这个骗子把爷爷奶奶的尸体弄得乱七八糟，但是架不住江父实在信任我，直接命令仆人把江明给拉走。那名仆人拿到了3块沉甸甸的金子，才敢硬着头皮解开江爷爷的衣服。刚一解开，就把他吓得惨叫着逃出老远。看样子不需要剖开了，因为本就是开着的。老爷子腹部空荡荡，没了肠子和胃，取而代之的居然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蛇胎。那是几十条密密麻麻的小蛇，皆是长着怪异的2头，从中间切开，又死死地纠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恐怖恶心的蛇球。啊，这东西怎么会在我爹身体里？江父恶心的差点晕厥过去。他们有开棺过，但是从未想过解开老人的衣服，没想到身体里居然有这种东西。不止呢，老太太的肚子里更是装着一个刚出生就被溺死的胚胎，应该就是这东西，怨气冲天，很标准的杀局，破坏了这处不错的风水，不仅把福气搅没了，甚至还带来了煞气。长此以往，他们必然接连惨死。而现在遇到了我，把这些全部烧掉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江父点头答应。江柔柔满脸喜悦的，请问这样就能解决了吗？没这么简单，这个阵法已经被扭转的生机断绝，肯定还有东西。你再仔细检查，里面说不定有白色的东西。江父只能硬着头皮寻找，果然没多久，就在江爷爷的枕头里找到了一块白色头骨。头骨颜色雪白，甚至还有肉末完全腐烂，看着刚死没超过1个月，
我知道这种诅咒之物都是以秘法折磨死他人，让死者的怨念来汇聚成邪物。人骨，是人骨！那些仆人们吓得大叫，江父一家脸色也铁青，既觉得晦气，又觉得恐怖。迁坟吧，这怨气搅得你们祖先地下不宁，不仅不会带来好运，反而会一直厄运连连。那些持续不断的噩梦，也是在提醒你们，让你们检查下面的异常。好，我这就立刻迁坟。江父不停应声，又厚着脸皮求我给他家新找一块风水宝地迁坟。找宝地容易，就是迁坟麻烦。毕竟对方做了这种阴邪之物，把宝地变成煞气冲天的兄弟，这种地方最容易养出邪尸了。您看怎么解决？我等一定全力配合。挖坟吧，等今晚午夜阴气汇聚时再过来解决。好，那就定了。请先生先回寒舍歇息一下，今晚就破土迁坟。说是寒舍，实际上是一处大的庄园，亭台楼阁美轮美奂。我住进去小睡，不一会就被争吵声惊醒。我五感敏锐，即便隔了2层，也能听见江父跟江明争吵的声音。他们又是吵架，又是砸东西的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少爷，我给您送点水果。你哥脾气一直这么坏吗？让您见笑了。我哥之前被人拐过，找回来之后，家里比较宠爱心疼，让他性格有些霸道偏激。我爹生意忙，没时间管，等想管的时候，已经管不住了。我挥了挥手，让江柔柔下去了，心里却不由起了嘀咕：这江明太过古怪，一直极力阻拦我挖开坟墓，还有身上的黑气也不似表面那般简单。或许这件事跟他也有关系。是夜，江柔柔焦急地拍打我的房门：少爷，不好了，我爹出事了。我跟着他一同下楼，到了江父房间，就见那略显丰腴的胖老头对着镜子描眉画眼的，又是涂口红，又是摆弄头发，跟个女人一样，发出尖细的甜腻的笑声。爹，而我则是一符箓甩出，符箓飞速贴到了江父头上，呲啦啦冒烟。片刻，江父眼神才算恢复清明。告诉我，你得罪了什么人？特别是年轻女人。那怨气是头盖骨带来的，看样子那头盖骨的主人是个女人，还是个年轻女人。少爷，我是老实本分的人，从没得罪过什么人啊。我真没有得罪什么人，特别是女人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不敢骗你啊。突然，门外仆人焦急地大喊：老爷，江少爷偷偷自己挖祖坟了！快，全力拦住他！阴邪之地最养邪祟了，里面必然有尸变的，真让他挖了会死人的。我连忙跑出去，让江家人驾着马车，匆忙往江家祖坟处而去。不要去！脑子里冒出了一道声音，那是一道清冷的女声，来自灵魂深处。同时，我手背上也冒出了细密的黑色鳞片，心跳如雷，蛇鳞都冒了出来。他在阻拦我，让我不要去江家祖坟。那里很危险吗？连我体内的那个厉害仙家都出言阻拦，但是我不得不去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我摇头，我没事，快点过去，等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您身体还好吗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不行，白叔还在里面呢，他是我家人。白叔从我9岁就一直照顾我，我们相处时间甚至比师傅都长，在我心里，他已经是我家庭的一份子了，我不可能抛弃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。所以，别说死人了，就算是闹僵尸，我也得闯一闯。马车一路疾驰到了坟地，一来就一片死寂，别说人了，连蝉也不鸣叫了，寂静得仿佛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老白，你在哪？还活着吗？吱声啊！那边有火光。我们急忙过去，却看见了江明那小子鬼鬼祟祟地拿着蜡烛与香烛，焚烧着一具尸体。江柔柔差点吐出来，却被我按住了嘴。我则是拿着天蓬尺，从江明后面悄悄靠近，然后一个爆头，这个力道足以把邪祟打得离开身体，甚至让江明晕过去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偏偏那江明疼得缩着脖子，然后扭头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，与我厮打在了一起。怎么回事？他身上没有邪祟，他没有被附身，脖子剧痛。我不信邪地拿着天蓬尺对着他一顿殴打。那天蓬尺是专门克制邪祟的神器，可伤害一切鬼物，但落在江明身上却如同普通戒尺一般。恍惚间，我终于发现了江明的头发上多了一道细小的宛如头发丝的丝线，他是被控制了。砸！我大喊。江柔柔早已悄悄过来，看我落入下风，拿起了一块石头摇摆不定，直到我大喊，这才一闭眼，对着亲哥头上就是一下。石头砸到了那蜘蛛丝一样的线上，江明浑身一颤，像是死机了般，让我一个结印给打出去4-5米，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算停下。怕他又被控制，我再次掐诀，一道火焰窜到他头上，把那蜘蛛丝连带着头发一起焚烧得根根不剩。江明这才脱力，彻底晕厥过去。少爷，我尽力了，
没死人吧？差一点，再晚一会就说不准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江明之前还好好的，就出去撒个尿，回来就疯了。不仅辱骂我们这些外人不要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还命令仆人们挖坟，怎么劝都不听。我害怕他们挖出不得了的东西，就动了手。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，让那些仆人群殴我，从背后搞偷袭。你看我头上这包，差点给我打死了。那些人不讲武德，一棍子把老仆给敲晕了，到了第二天才醒。而这时，江明也哎呦哎呦地醒了过来，浑身疼，肚子疼，腰疼，脸疼，头疼。哎，等等，我头发呢？江明摸头发的动作一顿，摸了个空，只摸到了一个大卤蛋。不信邪，再摸摸，一根头发没剩。谁剃了我的头发？我的头发！你鬼叫什么？昨天发生了什么都忘了。我能发生什么？不就是撒了尿吗？我什么都没干，凭什么剃了我头发？江明怒目圆瞪，视线瞄准了我。不得不说，他猜对了，罪魁祸首确实是我。你昨天还想掐死我呢。虽然我已经把他打成猪头还回去了。算了，这个不重要。告诉我，你得罪了谁？我能得罪谁啊？别想泼我脏水。请你过来是为了解决麻烦的，不是找我麻烦的。哥，你再狗叫我就砸你了。江柔柔果断拿起石头。好男不和女斗，我不跟你胡搅蛮缠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江小姐你也回去吧，我跟老白再找一处风水宝地，等晚上再签。江柔柔回去了，我则是跟老仆转悠了半天，才算找到了一处不错的风水宝地。结果江家的仆人跑来急呼：少爷您回来吧，江少爷又中邪了。匆匆回到江家庄园，就见江明死猪一样躺在床上。江父焦急地恳求我救他儿子，说他一直昏迷不醒，怎么叫都没反应。我拿了罗盘，指针飞速晃动，指针很快指向墙根，那里有被动过的痕迹。挖开，里面是一个漆黑的木头盒子，而那里面同样是个怨气冲天的邪物。有什么冲我来？凭什么这么对待我江家？我江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这样诅咒？江父捶胸顿足，也想不通是谁害他。至于那江明，我则是拿了一串系着红绳的铜钱绑在他手腕，在他身上画出了复杂的纹路，然后割开他无名指尖，逼出血来。血顺着那一串铜钱往下滴落，同时我感觉一股压力落于我身上，粘稠、湿冷以及剧烈的疼痛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盘腿坐，努力调动体内能量阻挡。江明中诅咒，那下诅咒的肯定不想被破坏好事，转而怒火对准了我，来精神攻击我。这也是隔空斗法，我道行并不深。不一会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少爷，江柔柔焦急地扑过来，而我则是斜视了一眼身后。老仆立马心领神会，冲出屋子往院子里追赶过去。少爷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，诅咒已经解了，他明天就能醒。不一会，老仆就回来了，可惜没抓到人。我疲惫极了，倒头就睡。我甚至还做了个梦，梦里一名身穿黑色长裙的少女坐在我床边，她长相绝美，让人移不开眼，偏偏有些生气。漂亮的蛇尾一下下地拍打地面，还不时把我卷起来跟大风车一样甩，直到消气了才冷哼一声消失不见。直到醒来，我还依依不舍。少爷，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少爷，附近找到一个姓林的木匠，60、70了，妻儿双亡，只留下了一个孙女。只是听说那孙女前几天被淹死了。走，去瞅瞅。老木匠家里穷，还是砖木房，还吊墙皮，很是破败。一进门，一盏煤油灯，一个不断咳嗽的老头。你们是谁？我家没什么好偷的。晚辈见过林老前辈，特意叨扰老前辈，还望不要怪罪。什么叨不叨的，俺听不懂嘞。说人话。害人不成反被害。您的身体被反噬得很厉害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神叨叨的，你神经病吧！滚出我家！见老人油盐不进，我只能更直白点。您为什么要置江家于死地？差点害死江明。哼，你是江明派来的走狗，鼻子还挺灵，这么快就找过来了。对方话刚说完，一把掀开了那棉被，里面是一具纸人。纸人飞扑而来，袖子延长2米。我挥刀去砍，却根本没有着力点，不仅没砍断，还被那袖子缠绕住刀身。嘎嘣一下，那钢铁锻造的刀就断成了几截。那纸袖子延长了2米，径直向我脖子缠来。若是得手，只需要一下，我脖子就能成为烂肉。我双手掐诀，怒喝一声，火焰凭空而出，如一条灵巧的火蛇向纸人扑去。纸人熊熊燃烧，不过几秒就撑不住，彻底化为乌有。少爷，小心！老仆一把推开我，险之又险的避开。刚刚我在地方猛地被刺穿，往下一看，不知何时，一名年轻漂亮的红衣厉鬼
躲在暗处搞偷袭。小梅，快跑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纸人被烧，林老头没慌，女鬼出现的时候，林老头慌了，焦急地挡在女鬼身前，居然对着我磕了个头。大人有大量，我输了随便您怎么处置，求您放了我孙女儿一马吧。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想伤害我爷爷。二人倒是爷孙情深，我收起了火焰。林老前辈不必如此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知道你为何要江家家破人亡。提到这个，林老面目狰狞。江家的人都该下地狱。江明果然撒了谎，他不仅得罪了女子，还害死了她。就像江柔柔说的，江明曾经被拐，江父、江母平日里都忙于生意。江明出生时正是江家最赚钱的时候，就直接扔给了爷爷奶奶带。爷爷奶奶溺爱，加上家里有钱，从小就养得无法无天。仗着那点钱，不仅和几个女人浪荡，更是把视线打到了林梦梦身上。林梦梦家里穷，平日里就给人洗洗补补，不知怎地被这个公子看上，甜言蜜语的哄骗他，更是被搞大了肚子，找江明负责。江明就造谣是林梦梦乱搞，还找了几个男人，都说曾经和他一度春宵过。这件事一传出去，林梦梦承受了各种污言秽语的攻击，最后想不开跳湖自杀，唯一的孙女惨死。林老头心碎欲绝，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亲人了，而他的宝贝被别人这么作践，受尽了折磨与指责而死。林老头没了求生欲望，只剩下了一个执念，给孙女报仇，让那个害死了他孙女的江家人陪葬。江明不是好人，难道江家就是好人了？是谁给他撑腰？是谁给他钱？是谁帮他压下了这件事？林老头一个也不打算放过。听完了这件事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件事落到谁身上，谁不生气？谁能咽下这口气？我沉默良久，开口：林老前辈，收手吧，此事就此过去，沾染了杀孽，对谁都不好。你的孙女，我会帮她超度，让她安心投胎。毕竟你也不想看着她魂飞魄散，无法投胎。至于江明身上的诅咒，我也不打算给他完全解除了。人做错了事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这诅咒会伴随他余生，痛苦且有损寿元，也算报应了。至于这件事，就此结束。我思考了下，只能尽力给这样的答案。至于这件事，我会告诉府衙，还你孙女一个清白。听见我这么说，林老头立马泪流满面，对我不住的磕头。我避开他的跪拜，快速走开。至于后面，江柔柔托人告诉我，焦急地询问他哥又做噩梦了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我则是不再管这件事了，没有人从中作梗。迁坟很顺利，江家除了江明都恢复了正常，江父也顺利结了尾款。我回到家，早早就睡了。只是这次又做了古怪的梦，还好巧不巧的梦见了赵敏，那个想要委身于我，后来又跟王有才在一起的姑娘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她哭泣着，不断的哀求我。梦醒之后，我回到私塾，准备询问下情况，突然听到同窗们的议论：天啊，我们私塾居然有人死了！什么？谁死了？这么突然？还能是谁？赵敏呗，王有才的姘头。不是吧？上次酒楼聚会我还看见他呢。真的，我跟他家一条街，他家都办白事了。我立马问道：邓杰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他真的死了？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？我亲眼所见，他爹母亲哭得可伤心了，我还参加了他的葬礼呢。因为是个做皮肉生意的姑娘，家里不给大办，就埋在了荒山附近。不过我听说……同窗压低了声音，似乎生怕被听见一样。我听说她死得不安生，家里经常闹鬼，听见她哭诉，连她姐姐都被赵敏缠上了。她家里现在乱着呢。听完之后，我决定去赵敏家看看。一进门就看见了正中间的那个牌位。说实话，赵敏是个很好的姑娘，要不是师傅不让我谈婚论嫁，或许我们会有一段感情。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勇敢的姑娘。隔壁房间传来女子尖叫，赵敏爹爹无奈解释：那是赵敏姐姐，自从小敏走后，她接受不了现实，就这样了。我能不能去赵敏坟前祭拜一下？赵敏爹爹同意了，带我过去。那只是草草立了个坟包，连墓碑都没有。我们刚一靠近，就有一道半透明的虚影出现，那是赵敏的脸，还在哭泣。赵敏爹爹顿时泣不成声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想不开呀？我安慰道：说那只是残魂而已。果然，没几秒，那身影就消失了。只是我向前走了几步，果然发现了异常。说，过来看看，有人在这里布置了灭魂煞，真狠啊！这个阵会让你们家1个月内全部惨死。什么？谁干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家？
老仆顺着我指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坛子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比臭豆腐还臭！别问，带回去再说。这灭门煞我先回去处理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后面的事我来处理。我吃过赵敏曾经送过我的那些糕点，这份恩情是时候还了。我跟老仆带着那坛子回去，直到无人处，我才敢解释。这叫骨肉坛，里面装的惨死之人的骨头与肉，熬得烂烂的。这掺杂在一起的怨气，跟赵敏的怨气融合，才形成了灭门煞。老仆默默把坛子从怀里转移到手里，若不是怕摔了，真不想拿。真恶毒，谁干的？不知道，等一会儿问问受害者吧。回到家，我召唤法阵，直接把赵敏召唤了出来。赵敏深深地望向我，眼含热泪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一饭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为什么要自杀？还让自己落到这种地步？提起这个，赵敏浑身就阴气四溢。都是王有才，是他害死了我。那不是你未婚夫吗？不，我不是自愿的，都是他要挟我。赵敏流着血泪缓缓道来。当初他并非自愿的，突然有人给他送信逼迫他，说如果不当他的姘头，就要杀掉我全家。对方约他出来，他不堪折辱，拿着菜刀就过去了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却没想到被王有才所救。王有才英雄救美，不仅殴打了那群人，还说以后他会被自己保护。他以为他是好人，请他吃饭感谢，却没想到被灌醉。王有才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，直到后来王有才说漏嘴，他才发现那些人和王有才是一伙的，是故意演戏。赵敏没办法，只能同意。但是那王有才却变本加厉，不仅更加羞辱他，甚至还经常动手，一言不合就殴打责骂他，最后更是让他陪那些老男人。赵敏受不了了，自杀，没想到变成厉鬼，附身到王有才身上报复对方。但是王有才的爹请了个大师，那大师有点本事，一下子把他赶出来了不说，还把他封印到罐子里，最后更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变成骨肉坛，又让赵家死绝了，来以绝后患。又是这种贱男人。放心吧，你们一家没事了。谢谢你，只要你是真心待我的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我当然想，我哪怕魂飞魄散也要报仇，跟他同归于尽。那你很快就要实现了。诅咒被破就会反噬，那骨肉坛里众多亡灵会找利用他们的人，然后生吞血肉。老仆敲了敲门，何事？少爷，门外王家人求见。不见。老仆出去赶客，王宗却死皮赖脸的不肯走。我有要紧的事找你家少爷，让我进去吧。不见，我真的很急，让我进去吧。说了不见就是不见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今天不见也得见。舔狗不成变恶犬，王宗瞬间翻脸，一个招呼就让手下10几号人冲了上去。哼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老仆力大无穷，直接抡起一个壮汉，跟抓小鸡仔一样，抓起手腕就是一个大风车，忽悠悠的转，拿人当武器用了，打得其他人都无法靠近，几个回合就撂倒了那10几人。我来跟你打。黑暗里走出一中老年男性，长得并不算多高大，但是只一出手，老仆就被打趴下，像是按到了麻穴一样，竟无法动弹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走出门来。少爷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，好歹同窗一场，你不能袖手旁观啊！王宗想要道德绑架我，但是我理都没理，对着那中老年男人就是一拳。人未到，明明相隔3、4米，那男人却整个人飞了出去，像是被无形巨手拍飞，一下子被哄睡觉了。少爷，你行行好吧，把那样东西给我。王宗能屈能伸的求饶，我转念一想，索性让老仆把那坛子给抱了出来。东西在这，想要就拿走吧。王宗顿时喜笑颜开，对着我不住道谢。站在王宗身后的王有才却是开口嘲讽：真是咬人的狗不叫，你可真是好手段，狠狠地阴了我一把。我看了眼王有才，这男人已经像鬼一样丑陋了，气血快速流失，跟披着人皮的骷髅一样。王有才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纯粹活该。这东西拿回去可以，但要付出代价。少爷，规矩我懂，这是孝敬你的。他身后顿时出现一个手下，拿着金砖递过来。拿走可以，小心别摔坏了。一经离手，概不负责。摔坏了就只能怪你命不好。不劳烦少爷操心了。勉强识相，坛子拿到手，王有才顿时安心了不少，还敢撂狠话了。你这个见钱眼开的东西，钱我给你了，小心有钱赚没命花啊！呵，秋后蚂蚱。老白，关门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王有才也彻底装不住了，立马喊爹救我。爹，我好疼，快点解决了，我撑不住了。放心，我们回家就处理好，你抱紧点，别摔了。就在王有才松了一口气时，有阴冷的感觉仿佛附在他耳边轻声呼唤：王有才，陪我一起死吧。那声音近在咫尺，仿佛趴在了他的背上，环住了他的脖子。一阵阴风吹过，王有才顿时打了一个寒战，
一名女子不知道何时爬在了王有才的背上，死死地缠住他的脖子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被他害死的赵敏。他眼睛流出血泪，一双利爪狠狠刺入了王有才的双眼里，剧烈的疼痛从眼部传来，王有才疼得疯狂乱叫，那指甲竟然刺入他的眼睛里，窒息般的疼痛瞬间袭来。好疼啊！放过我，放过我！王有才疼得不停向赵敏求饶，那挂在他背后的厉鬼却更加愤恨。放过你？我当初求你放过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都是我的错，赵敏，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相好一场的份上，就饶了我吧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你不要吓我！王宗看不见那厉鬼，只看见王有才面目狰狞的一只手捂住眼睛，而那坛子只被一只手捧着，看着摇摇欲坠。把罐子放下来，把罐子给我！那刺入眼睛的指甲只是障眼法罢了，实际上王有才的眼睛并没有受到重创，不然的话，他早就拿不稳坛子，直接把他摔了去。不过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，看着王有才晃荡几步，那坛子就快要掉在地上。王宗紧张的不行，想要上去把坛子给抢过来，可惜为时已晚。赵敏狞笑了一声，一下子扎入了王有才的身体里。王有才身体剧烈抖动了一下，嘴巴一咧，然后把那坛子高高举起。不，住手啊，儿子，这个坛子不能摔！王宗吓得肝胆俱裂，腿都吓软了。那个坛子已经不是简单的坛子了，而是他儿子的命，若是摔碎了，他的儿子也必然保不住。来人，来人，抢回来，快点抢回来！王宗一声令下，那些仆人们全部爬了起来，向着王有才冲去，要抢夺回那要命的坛子。可惜来不及了，王有才把那坛子高高举起，用尽了全身力气，往地上死命一砸，碎片迸飞，里面的东西狠狠摔在地上，淤血与腐肉飞溅，恶臭弥漫开来。冲上来的仆人首当其冲被臭呕了，而那王有才喉咙里发出咔咔的怪声，身体居然飘到半空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拉扯一样，胳膊、手、脚、脖子、头发，甚至是腰背都有无形的手抓在上面。给我！是我的！老人、女人、小孩的声音交杂在一起，爆发出了尖锐的嚎哭。救我！救我！此刻王有才终于恢复了清明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骨肉坛里埋骨肉，怨气冲天，没得救。坛子已破，那里面横死的冤魂把王有才当成了布偶一样撕扯，用力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噗！王有才变成了好几块。看见儿子惨死，王宗白眼一翻，气得晕死了过去。哇，少爷，怪不得你把坛子给他，原来这么阴啊！老仆趴在墙头赞许，看了好久的热闹。说什么呢？我才没阴人，我还好心提醒他们别把坛子摔了，他们自己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别人看不见赵敏，我却看得一清二楚。在我把坛子交给王有才时，赵敏就趴在了王有才后背上，如同毒蛇一样伺机而动，而我只是给他制造一个机会罢了。更何况本来就是王有才自作自受，孽力反噬了而已，罪有应得。少爷，赵敏已经报完仇了，脸上流淌的血泪也变成了清泪，恢复了人类的样子，对我道谢。不必客气，你也了无牵挂了，该去投胎了。少爷，我好后悔，如果我当初不搭理那个人，没有落入圈套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赵敏贪婪地看着我的脸，想要把我的面容死死烙印在脑海里。如果能回到以前，我能跟你成婚，给你生2个孩子，那该有多幸福！突然之间听到他这么说，我脸有点红，但随后变得有些悲伤。要是时光倒流，他或许就不用死了。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，逝者已逝，应当向前看。赵敏，一会我给你超度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下辈子可千万不能自杀了。自杀痛苦的只会是你的亲人。好，下辈子我一定好好活着。赵敏哭着扑入我怀里，化作了光芒消散。此事告一段落。过了2天，江柔柔找上了门。少爷，我哥又……若是为你哥的事，就回去吧。江明不是个东西，害死了别人，全是罪有应得，我不可能帮他。江柔柔咬了咬下唇，她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，知道了他哥做下的错事，全部咎由自取。那帮我朋友处理一点麻烦好吗？这就是另外一单生意了。我立马提起兴趣。行，让他找我吧。来人居然在门口等着了，见我答应，立马进来。那是一个干脆利落、穿着骑马装的姑娘。少爷你好，我叫吴晴晴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吴晴晴是吗？你爹的事我可以解决。他们俩顿时瞪大了眼，立马追问。我还没说呢，少爷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笑了笑，说道：你父母宫灰暗，必是你父母出了点事。
连真七杀与丑未宫，首级恶主皮肾，看来是你爹那边遇到了麻烦，而且恐有性命之忧。连真画技见行煞，看来你爹身上的症状已经不是1、2天了。他们顿时更加激动了，吴晴晴更是握着我的手。少爷算的真没错，确实是我爹出了点问题。那就走吧，去仔细看看。我直奔主题，去往吴宅。来到富丽堂皇的吴宅，我率先看到厅堂中坐着的人，我还以为是吴晴晴的爷爷呢。眼前之人疲劳无力，头发花白，看着就衰老，浑身瘦弱，身体虚浮无力，眼下还有2个大黑眼圈。见我来了，颤颤巍巍起身，动作缓慢无比。吴晴晴立马上去搀扶，这才让对方站了起来，对我问了声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，诸位随便坐。这位就是通神真人秦元一的徒弟，好不容易请来的，帮您看看身体。吴文成本以为是普通的风水大师，却没想到听见了通神真人的名字，顿时大惊失色，也不顾身体怎样了，立马站了起来，想跟我握手。居然是通神真人的弟子，真是久仰大名，有怠慢之处，勿怪勿怪。你这丫头也不提前说一声，真人的徒弟我定要亲自过去，哪有请大师来见我的道理？说着，吴文成还剧烈咳嗽了一阵，身体似乎就因为这几句话，这一坐一站间就被消耗了个干净。吴先生不必客气，我不在意这些礼节。我看着吴文成的身体，骨瘦如柴的，红血丝爬满眼睛，眼下乌黑，看着就活不久了，何必让他动身来找我？一顿礼节折腾下去，怕是要提前咽气。并且我观他周身盘旋的不只是死气，似乎还有邪气围绕。寒暄了2句，我直奔主题，询问他是为何变成这样的。吴文成却支支吾吾的，看着有些为难，多了吴晴晴一眼，尴尬的向我开口：少爷，我们找个安静的房间说吧。这是要支开别人，跟我单独聊了。爹爹，有什么事不能当着我的面说的？我们走吧。我们一步去了书房，私下无人时，吴文成才算开口：说来惭愧，最近我天天做梦，梦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缠着我疯狂。我怀疑地掏了掏耳朵，似乎听见了不得了的事。那个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吴文成红着脸，这事本来就羞于启齿，更何况是面对小贝，跟小贝坦白这些私密事，实在让他有些不好意思。偏偏事关老命，只能豁出脸来，涨红着老脸。再说了一遍：少爷，这1个月来，我天天梦见那个漂亮的女人缠着我疯狂考核，我不愿意，她还打我。我不由得唏嘘：吴先生，人有欲望，人之常情，若是实在压抑，也会反映在梦里。见我误会，吴文成立马急了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总感觉那不是梦，那触感与感受跟现实无疑，甚至醒来我都感到特别疲惫，根本不是梦一样。说着，生怕我误会他为老不尊，他立马指了指自己的白发：这才1个月，我的身体状况就急速下滑，我才40多啊，头发只有几根白发，现在全白了，看着老了好多好多，而且医生还说我的身体……吴文成声音细小，支支吾吾的含糊盖过，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因为肾气不足，过度垢和导致的身体虚弱，若是再乱搞，就真有可能精尽人亡了。前面还是享受，后面就是被迫，那痛苦只有男人才会知道。还好他有钱，给自己疯狂买补品，什么鞭腰子、鹿血酒、人参，不要钱的吃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也撑不住，半夜都不肯睡觉，硬生生把自己熬得满眼红血丝。我上去给他把脉，师傅教什么我学什么，医术也在其中。从脉搏来看，这吴文成确实到了油尽灯枯之下，肾气虚的马上就要弹尽粮绝了，估计再晚来1、2天就得以十分憋屈的姿态死亡。我压下嘴角的笑，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来看看是什么东西作祟，我先去买点驱邪的东西。好的，少爷。晴晴，快来送送少爷。吴晴晴立马自告奋勇的陪同，顺着我指示到了白市一条街。我们除了买纸钱、蜡烛、黄纸之外，我还买了个纸人跟寿衣，其他都好买到，只是寿衣我却特意要死人穿过的。啊，少爷为什么要买死人穿过的？有什么说法吗？用死气蒙混一下。我敷衍的开口解释，不打算详细说明。不过也巧了，刚好老板这里马上给我们找到了一件死人穿过的寿衣。就前面那个男人，他老娘死了，买了寿衣非要换，说到了2号，真是的。老板抱怨的喋喋不休，指着前面那个买花圈的男人。那是一个中年人，看着赤贫，穿着并不富裕，但是身上却缠绕着一缕不祥的气。我上去询问：大叔，冒昧问一句，你亲人是怎么死的？这确实很冒昧了，
要不是我还是个道士打扮，那大叔就给我2拳了。病死了，怎么了？他口气不好。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我是风水先生，擅长迁坟，或许以后帮得上忙，到时候可以找我。男人不耐烦地皱了皱眉，但还是询问了我住的地址，然后离开。少爷，有什么异常吗？没事，我觉得他可能要出事，先留个善缘。时间很快过去，夜里，吴文成换上了死人穿过的寿衣，疲惫地睡去，而我躲在衣柜里留一个缝，目不转睛地守夜，等待那东西出现。到了后半夜2、3点时，我困得不行，都困得翻白眼时，吴文成的鼾声突然停了，一直以来的噪音突然停止，我顿时精神一振，困意消散大半，仔细看去，那吴文成被压在身下，呼吸急促，似享受又似痛苦的低吟，而他身上则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粉衣服女人，身材曼妙，那小手也不老实。我顿时精神一振，握住天蓬尺，从衣柜里出来，对准那女人脑袋就要偷袭。关键时刻，女人似发现了什么，一个扭头往世界安静了。什么叫做回眸一笑？什么叫做倾国倾城？我的目光迷离起来，这辈子还是第2次见到如此美人。她跟蛇妖不一样，美的没有攻击性，反而似白月光般纯玉，让人心都忍不住化了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粉衣服女人居然搂住了我的腰，那双粉色眼睛散发出微弱的光，让我意识越发模糊。叫你大爷！我一天捧尺对着女人狠狠打去，女人惨叫一声，化作青烟，呲溜一下从窗户窜了出去。少爷怎么了？去追！我立马指向窗外，老仆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。好险！这是精神控制吗？若是刚刚对方一刀刺过来，自己没挣脱控制，岂不是就死了？我皱着眉头就要冲出房间，吴晴晴却哭着推开了房门。少爷，我好怕，我房间里有怪声音。吴晴晴极其漂亮，特别是哭泣的时候，有种反差感，让我心里升起浓浓的保护欲，恨不得现在就去哄她。这种感觉不对，我不是沉迷美色的人，却升起这么强烈的感情，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。吴晴晴扑上来，想要抱住我，却被我毫不留情的一天捧尺打在了头上。又是一声惨叫，一团白色青烟一样的东西从吴晴晴头顶冒出，呲溜一声又想逃跑。我已经上过1次当了，怎么可能还会上第2次？当即，我从怀里掏出早已做好的法镜，掐了个手诀，一股吸力从镜子里传来，那无形的气有一部分被吸入了镜子里，那气疯狂撞击镜子，依然无法从中出来。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那东西离体的刹那，吴晴晴就醒了。你被附身了，现在才清醒。我稍微解释了下，就去找吴文成。吴文成已经醒了，坐在床边，满脸后怕。少爷，刚刚那东西又来找我了，不过这次他没得手，之前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。是我赶走的他。啊，赶走了？为什么不直接杀掉？吴文成焦急极了。中年男人对于这种事情的恐惧实在深入骨髓，现在提起来腿都是抖的，恨不得现在立马把那东西打得魂飞魄散。他跑得快，只抓住了小部分，不过也足以把他引出来了。说着，我就在镜子上贴了一张符纸，那法镜里的雾气顿时冒出来了一点，拼命的想往外钻。顺着他的指引，我们来到了吴文成的书房。那是一卷画卷，我打开，里面是一个曼妙的粉衣少女，姿态优雅大方，看着赏心悦目。只是这里面的粉衣女子跟刚刚出现的女人太过相似。是她吗？像，还真的很像。若没有提醒，吴文成还真发现不了，一幅书画里的古装女人居然跟纠缠他的那个女人如此相似。说没有关联，谁都不信。这个妖孽的本体就藏在里面吗？要不要烧掉？就在吴文成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刚刚还垂眸低头看画的画中女人，眼睛突然狠狠瞪向了吴文成，这可把吴文成吓了一跳，顿时躲在了我身后。烧掉也没用，这幅画只是个载体，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里面的邪祟，就算把画烧了，也于事无补。这话说的吴文成心如死灰，恳求我道：难不成我真的要命绝于此？还是以这么丢人的方式，他都不敢想，以后宣布他死因的时候，那些朋友伙计会如何笑话他，他女儿会怎样嫌弃他，觉得他丢人，甚至听别人辱骂他世风日下。临到老了，反倒是名节不保。不用太惊慌，把画给我吧，我试试把它封起来。吴文成忙不迭地答应，像是扔掉了烫手山芋。对了，你的画是怎么来的？能不能联系到买家？是我朋友送的，不过是做那个行当的。吴文成指了指地下，表示不好说，能获得古董的渠道太少，特别是流通富人豪宅的，那自然是不太干净。换其他人定然不敢乱说，但那可是秦元一的弟子，
吴文成顿时把那2道贩子的信息抖落得明明白白。获得了想要的信息后，我告辞，离开了吴宅，跟老仆来了附近的城隍庙。我们先找个地方把画埋了。随后我就盘坐在蒲团上。小子以香火供奉燕归城隍爷，今有邪祟作乱，皆城隍神力压制，望城隍爷垂怜。我先是上香，然后跪拜，拜，再拜，依然跪不下去，像是有无形的大手推举着他的膝盖，让他不能轻易跪拜。这是被拒绝了。城隍爷不想掺和到这件事来，所以我连跪下都做不到。少爷，画已经埋好了，你快告诉我吧，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老仆昨天就在想那东西是什么东西，现在东西就在他眼前，可把他好奇坏了。那不是鬼，也不是妖怪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东西应该是魑魅魍魉里面的魅。这东西非人非鬼非妖，所以一般的手法伤害不了他。目前只能求一求城隍爷，看看能不能得一点神力，封印住这魅灵，让他不要作乱。可是刚刚城隍爷拒绝了他。少爷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沉思了片刻，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。事已至此，先睡觉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今天忙活了半夜，都3、4点，天都快亮了。我疲倦地回到家，躺到床上，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。我陷入了沉睡，全然没有发现有丝丝缕缕的烟雾从那镜中挣脱。眼皮睁不开，我却隐隐感到有阴冷之感附在我身上，有柔软的小手在我身上作乱。是谁？妹，是刚刚那个妹，她又跑出来害人了。只是这次或许是更年轻体壮的，我摆在妹眼前。我努力想从梦中挣脱开来，身体却如同鬼压床一般，无法动弹，只能感受到唇上一抹冰凉，有柔软的嘴唇贴着我，源源不断地吸食我的精气跟生机，生机快速流失。就在我心急如焚之时，那魅灵猛地松开了我，像是看见了极其恐惧的东西一样。滚！什么小小之辈，连我的所有物都敢觊觎！一声怒喝，吓退了魅灵。此时我才算恢复了些许力气，睁开眼，果然一条巨大的蛇尾占据了我的视野，那是一条漆黑的蛇尾。再敢对我的男人动手，我就生吃了你！黑蛇怒了，护食地吐出了蛇信子。那魅灵不甘地看了我一眼，到底还是打不过黑蛇，灰溜溜地跑掉了。那漂亮的黑发女人也冷冷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后消失不见。我还没惆怅几秒，就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拿上天蓬尺，冲到了隔壁房间。老仆哼哼唧唧地抱着枕头扭动身体，春心荡漾的厉害，好生猥琐姿态。我一天蓬尺狠狠打到老仆身上，把他疼得弹起来。老仆这才从那梦里清醒。别睡了，再睡就被吸干精气吸死了。老仆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老脸一红。这不是我自愿的啊，对方非要强暴我，我连反抗都反抗不了。老仆扭扭捏捏，跟个备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，还不忘解释一下自己的清白。更何况还没怎样呢，那魅灵就被少爷吓跑了。看样子这是意犹未尽啊，你还挺失望是吗？我恨铁不成钢的要再给他几尺子，长长记性。老仆却岔开话题，那画埋在城隍庙完全不管用啊，那魅灵不仅没被封印，还来偷袭我们，这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以后都不敢睡觉吧？先去把那画挖出来再说吧。我和老仆立刻动身去了城隍庙，挖了许久也没有挖到那幅画。我记得我就埋在这里了啊，怎么突然没有了？当初埋得不深，现在已经沿着那痕迹挖很深了，也依然没有。被偷走了吧？此刻门外突然传来吴晴晴惊慌失措的哭喊：少爷，你快来救救我爹吧，他突然快不行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吴晴晴已经被吓到六神无主了，说话都颠三倒四的。是魅灵。我跟老仆对视一眼，一起驾着马车直奔吴宅。少爷，求你救救我，那女人又来强暴我了，我感觉再来一次我就要死了。吴文成是真被折磨惨了，见我到来直接抹眼泪，哭得可怜兮兮。其实那女人也来找我了。什么？那女人连你都敢招惹？那法力是有多高强？我还能活吗？求求你少爷，救我一条老命吧，我不想死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还没活够，我不想死得这么憋屈。吴文成情绪激动，上来就抓住我的衣服，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带我去你书房看看。我连拉带拽的把吴文成弄到书房，刚一打开门，我们几人就惊呆了。书房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幅画，一幅十分漂亮的女人画像。女人身穿粉衣，容貌绝美，明明身边繁花锦簇，却在她面前黯然失色。是一幅很漂亮的画，却看得吴文成面色铁青，手脚颤抖，浑身冒冷汗，仿佛看见的不是美女图，而是女鬼图。这幅画又出现了，我埋在城隍庙的那幅画，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吴家书房里。吴先生，你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当初卖你画的那个人？吴文成忙不迭地打发人去找，
可都杳无音讯，把吴文成急坏了。走，我们去古玩街找他。事关生死，谁能淡定？我们马不停蹄到了古玩城场的其中一个门店，店面里一个年轻小哥躺在摇椅上睡午觉。老林人呐，让他出来！吴文成的喊叫吓了那年轻人一跳，顿时不悦的皱眉：“你谁啊？对过世的人客气点。”“什么过世的人？老林他死了。”“对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爹已经走了10来天。”来人狐疑的打量我们，思考要不要赶客。而吴文成则是更加恐惧了，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我？他是怎么死的？说起这个就来气。本来我爹活得好好的，没有一点点征兆，谁知道第2天发现人都凉了。医生说急性肾衰竭，但是怎么可能呢？我爹……他后面在说什么？吴文成已经听不进去了，脑子里只有中风几个字。毫无疑问的是魅灵干的。我掏出了那幅画。你认识这幅画吗？年轻人瞪大了眼，点了点头。那这个女人来找你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吴文成冷哼。你也等死吧，跟你爹一样被这个女人玩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跟我爹一样死？我爹不是生病去的吗？事关生命。那年轻人急了。还不是你爹干的好事，把这幅画卖给了我。那女人跟病毒传播一样，凡是见过这幅画的人都被纠缠，直到惨死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这个女人自从我爹死后，每天晚上来找我，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年轻人，老爹死了也有10来天了，刚开始2天还好，年轻人还以为艳遇，很是期待，但是后面越来越不对味，一天最少5次，甚至7、8次，每次腿都是哆嗦的，那已经不是享受了，那是受刑。偏偏他又不能控制身体，搞得他眼下乌黑，这几天根本不敢睡觉，生怕被那个女人强上。那你这幅画从哪里收的？要是知道根源，没准有转机。是从一个老头手里收的。我们这就过去，驾着马车，我们前往了那人家里，这里距离那个地方不远。可是年轻人一上马车，眼皮就开始打架，他被魅灵吓怕了。这些天为了不死而强忍着没睡着，熬了好几天，现在终于熬不住了，头一点一点的。不一会后面就传来了鼾声，他睡着了，我不以为意。只是没一会就传来了老仆惊恐的声音：“少爷回头啊！”老仆颤颤巍巍地指着后排车座中间，那里一个粉衣少女正柔弱无骨地爬在年轻人胸口，上下其手。白天也敢出现吗？我始料未及，当即就甩出一道符咒。符咒接触刹那，那粉衣女子化为青烟，又溜了。那魅灵青天白日地就敢出现，我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立马差人给吴文成传话，告诉他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睡觉。吴文成马上答应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睡觉了，毕竟谁知道那魅灵会不会再闪现过来，狠狠折腾他。来到那老头家里，这里全是垃圾，臭气熏天，房门没有关。我们一进去，更大的恶臭就席卷而来。什么味啊？我捏着鼻子，不想再踏入一步。年轻人却是惊呼一声，差点被吓尿了裤子。尸体，有人死了！他指着床榻上的人形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蛆虫蠕动，浑身烂肉，不知道死了多久。周围全是蝇虫，嗡嗡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少爷，你救救我吧，我可不想死。我尽力吧。实在没有头绪，不知道从哪里封印魅灵，我也不敢打包票，只能打开画卷仔细观看。这个背景里有个道馆，顺着建筑能不能找到？不确定，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们驾着马车寻找一个又一个的道馆，直到天色由大亮到了昏暗无光，也依然没找到画中的道馆。少爷，是不是那个道馆已经拆除了？毕竟那画卷看着挺古风的，应该有些年头了。话未落，我们驾着马车拐到了一条偏僻小路。你们看，那个像不像？那是一处破败的道馆，荒无人烟，不仅墙皮脱落，瓦片乱掉，连地面上都是半米高的杂草，平常人都不敢靠近，生怕里面有蛇。而我目标直指那道馆，像吗？吴文成看了半天都看不出来哪里像了。不过我都下车往里面走了，他们也只能跟上，只能跟在我后面。走进了那破败的道馆里，里面没有太多怪异的地方，只是那井下似乎有点东西。井水早已干涸，跳下去似乎还有一个洞通向何处，这大概率就是那魅灵的老巢。我打点燃火把，往里走数米，突然看见一口棺材。啊！年轻人倒吸一口气，而我也是盯着那尸体，手里更是拿着一本书。我打开一看，全是记载的魅灵的事。他是一山野老道士，因为地处偏僻，所以过得还算安稳。某日下山采买，路上遇到一对母女，那妇人身穿华服，但看着气若游丝，身上有刀口源源不断的流出血，马上就要咽气。而那女儿年仅9岁，哭泣不止，
见人就磕头，恳求对方救救自己母亲。如此纯孝，如此可怜，贫道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上去帮忙。可惜那夫人失血过多，已经没有救助的可能。濒死之际，那夫人只能拉着我交代后事。那夫人身份果然尊贵，可惜遇到山贼，全家男丁断绝，就剩母女侥幸存活。夫人濒死恳求，甚至死不瞑目，眼睛都合不上。道士心软，同意收留。那夫人才算瞑目。女童聪明，名叫司逍遥，几乎过目不忘，且有慧根在身。贫道欣喜，收她做弟子，带在身边教导。不过10来年，逍遥就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容貌堪称绝色。久而久之，其他徒弟们就起了别样心思，追求逍遥。可惜逍遥全然拒绝，而是坚持黏在我身边。门派不经婚嫁，初时贫道心无杂念，但日日相处，却生了别样情愫。更巧，我偶然得了一本禁书，双修功法，以女子姻缘修炼，对修行之女损耗极大，不仅折损修为，甚至连性命也有可能害了去。但贫道被贪念蒙蔽，竟走向了万劫深渊。贫道与逍遥修起了双修之术，初修之时，贫道直觉精神百倍，头上白发转黑，皱纹变少，容貌也年轻些许。反观逍遥，倒是像被我吸干精气，不复往日美貌，皮肤蜡黄，身体瘦弱，萎靡不振，时常困倦。贫道被好处所蒙蔽，全然不顾逍遥的身体，强行修炼3年，逍遥就撒手人间，彻底断绝生机。见逍遥逝去，我只能为其安葬。但不过头七，馆内接连发生怪事，我那几个徒弟皆在梦中死去。如此古怪，让贫道疯狂翻阅古典，终于找到源头。逍遥是难得一见的修道之人，本就聪慧，此时含着怨气惨死，竟化为魅灵，潜入男子梦境，蚕食他人精气阳气，直到那人惨死。无人是他对手，馆内弟子全部惨死，周围村落也惨遭毒手。我知道他最终目标是贫道，既然是由贫道贪念而起，自然是由贫道而终结。贫道费尽毕生所学，与魅灵同归于尽，但终无法消灭对方，只能封印画卷之中，藏入贫道棺木。希望自此一切罪孽能彻底结束。看完我不禁有些唏嘘，即便是报恩，也不是这么报的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那年轻人好奇地拽下尸体头上的大印，拿着手里查看。谁让你碰尸体的？一向礼貌的我忍不住爆了粗口，差点气炸。那东西是能随便碰的吗？老白，快点带大家跑，等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年轻人还反应不过来呢，还傻呆在原地。那玩意尸变了，你把它封印解开，再不跑就等死吧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才一会没看住，那男人就犯着这么大的错误，我此刻恨不得生吃了他。果然，那棺材里顿时传来了诡异的咔嚓声。老道士的身上突然长出了大片大片的白毛，甚至连指甲也瞬间长了，像是匕首一样锋利坚硬。他画僵了，我立马咬破舌尖，一口心头血喷出，同时符箓贴在他额头，画了一个阵法。定！老道士僵硬了一下，身上被我血喷洒的地方白毛褪去，但没过一会，竟又密密麻麻的冒出，甚至一双眼睛竟也睁开了。那是一双漆黑的眼睛，没有眼白，瞳孔扩散地占据了整个眼珠子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僵尸凶得厉害，一个用力竟如同熊一样迅速扑来。我用天蓬尺攻击，只在他身上留下的印子，整个人就被按在地上，被掐住了脖子。而那腥臭的大嘴向着我撕咬过来。少爷，我只觉眼前一道黑黄花纹闪过，转眼那压在我身上的僵尸就被一头猛虎撞飞，然后被猛虎死死按在了地上。那是少爷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老虎口吐人言，我来不及思考，直接掐了一套3层雷击诀。落！老虎猛然一跳，而那惊雷精准命中僵尸，掏空了我所有法力的雷击，蕴含最极致的阳气，顷刻那僵尸就焦糊一片，彻底死掉。你们没事吧？猪队友们居然折返了回来，一回来就看见老仆光着屁股蛋子，不着寸缕，而那老虎已经不见。我捡起地上掉落的大印，突然命令年轻人现在就睡觉。啊，现在吗？会不会把他引出来？睡，就是要引出来。若是之前我还没办法，但大印在手，封印起来10拿9稳。果然，年轻人一睡着，那魅灵就出来了。出来刹那，前后左右上下全部被金色阵法给封住，并且不断收缩。天罡阵的出现，让魅灵的漂亮的脸蛋上头一次出现了恐惧的神色。天罡印散发出耀眼的光，想必用不了一会就能把魅灵重新封印起来。不要这样，我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魅灵哭泣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滑落，哭得特别魅惑，特别有美感。吴哥哥，你不是说要保护我吗？
为什么要伤害我？吴文成扭过了头去，男人在床榻上说的话，怎么可能当真呢？见老男人不靠谱，魅灵又转头向了年轻人。成哥救我，你难道忍心看我死吗？当初那些誓言算什么？粉色的眼睛散发出光芒，让年轻人顿时眼神迷离起来，被操控了心神。啪！我一个天蓬尺下去，猪队友捂着头别开了眼，还顺带捂住了2只耳朵。魅灵视线又扭向了老仆。瞅我干啥？你再瞅一个试试。这老虎精还是东北老虎，对媚眼视而不见，还当成了挑衅。魅灵脸都快耷拉下了，就剩下我了。他连试都不试了，毕竟我身边已经有一个绝色佳人了，不可能被他所迷惑。在强烈的不甘跟怨恨里，那法器大亮，继续收缩，直到把他彻底封印到大印里。他很可怜，但是他害死了那么多人，那些死掉的人难道不可怜？还是封印起来吧，免得为祸人间。结束了。直到我说完，二人这才敢把心放到肚子里。少爷，真的谢谢你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吴文成感动的不行，拉着我的手不断道谢，并且十分有自知之明的给了我500万两，加上之前赚的1000万两，师傅安排的赚取1000万两的事就已经彻底完成了。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那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，心里五味杂陈的。少爷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我这次回去要狠狠睡个3天3夜，把缺的觉全部补回来。年轻人的话逗笑了众人。你以后可以安心睡觉，不用担心被强暴了。忙活许久，我也感觉困倦，没寒暄几句就各回个家，回去补觉了。只是睡着，感觉身体凉凉的。一个不过树叶大的胎儿趴伏在我床头，贪婪地吸食我的阳气，还不时发出嘿嘿怪笑。我的阳气快速流失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击蛇尾直接甩出去，卷起那婴儿，咔嚓一下缠断了那鬼婴的脊梁骨，魂飞魄散，全部化为黑蛇的食物。而我也终于从梦中惊醒。哪里来的小鬼，居然偷我阳气？话刚说完，就见窗边一张漆黑的脸，他瞪着眼睛看我，不知道看了多久。老白，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老仆却不回答我，而是狞笑着露出了手上拿的菜刀，一菜刀飞出，直冲我胸膛砍来。我一个翻身躲过，手中掐诀，惊雷劈下，小雷不至于把老仆劈死，但也把他劈得不轻。哎呦我的天，弄啥来？要打死我不成？你刚刚差点杀了我。你放屁！我刚刚在买菜，别想骗我。那你怎么拿着刀出现在我房间的？老仆茫然极了，显然没有刚刚的记忆，我也不逗他了。有人控制了你，你说说你，好歹是个妖，怎么动不动就被别人耍着玩？少爷，我刚刚还在菜场买菜，一眨眼就到了这里，是不是菜场那边有古怪？你在菜场遇见了什么人？就几个卖菜的菜贩子，我也没跟人闲聊。那你后脖颈被谁触碰过了？我看了，老仆身上被丝线控制的地方就在脖子后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有个大胡子把水弹我身上了，因为不多我就没计较，不过那人我不认识。走吧，我们去小巷。我师傅之前跟我说了，如果有消息要打探，就去小巷，那个地方是专门收集情报的。我带着老仆七扭八拐的进了好几道关卡，对了几次暗号，才遇到一个叫李姐的人。我拿出记录本，表明来意。你找这个人干嘛？这个人身份有些特别，李姐轻易不敢答应，直到我搬出了秦元一弟子的身份，对方才算松口，告诉了我对方的信息。那个人叫仲风，只是还好心提醒我，这个人是杀手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杀手，只认钱，给足了钱就暗杀掉那个人，并且从无败绩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对手，风评极差，但生意兴隆。以目前来看，我打不过他。他居无定所，没有具体的地址，不过我可以引蛇出洞，毕竟他的目标直指我，肯定会再来暗杀我的。我思来想去，我为人和善，得罪的人就那么一个，王宗。王有才罪有应得，害死了自己，但王宗肯定把这笔账算在了我头上。告别了李姐，我回了隔壁，把令爷爷家的八哥借来。少爷，借这个干嘛？问这么多干嘛？一会就知道了。令爷爷住在隔壁，虽然平时看着是个普通的老人，但是跟我师父是挚友，那身份自然也不太平凡。令爷爷爽快地答应借八哥，只是叮嘱我一定要换回来，不然把我打成八哥。我点头应是，提着鸟到了王宗别业外。那并不是普通别业，外围全是绿植树林，里面只有王家一家人，院子很大。我不打算冒险，而是叮嘱老仆看好我的肉身。是了，我打算把一缕神魂附在八哥身上，飞过去好好看看。过程很顺利，我拥有了鸟的身体，扑腾着翅膀，寻找到了二人所在的凉亭。王宗端着一杯茶水一饮而尽。那小子还没死吗？王先生别着急，是我小看了那小子，他到底是秦元一的徒弟，得了他些许真传，躲过了这次。不过
他也不可能次次躲过。先生，您放心大胆去干，只要您能杀掉他，要什么我都给你。王宗咬牙切齿，他子嗣单薄，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当宝贝疙瘩的宠，从没舍得打没舍得骂，而那个小子却敢害死他儿子，还是以这么残忍的手段。王宗想到这个就气得牙痒痒，恨不得跟我同归于尽，全然忘了自己做了什么。接下来先生打算怎么做？这是我炼制了3年才成功的毒药，只要滴下去，接触对方皮肤，我敢保证对方用不了3天就会肠穿肚烂而死。先生已经失败过1次了，那小子比兔子还精，必然起了防备之心，想再给他下毒，实在难上加难。这个简单，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跟那小子是同窗吗？想必他还有其他同窗，随便收买个同窗，把东西投入他的食物里，总能成功。只有千日当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只要有耐心，一旦被加料了，上当那么1次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真是老奸巨猾，我控制着鸟飞到了他们头上，然后括约肌一松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死鸟，我要把你嘴缝起来。八哥说话有点生硬，但能听出在骂人。我高空抛矢到他们头上，就马不停蹄地飞走了，还顺带骂了他们一顿，可把2人气得不轻。八哥鸟回到肉身上，神魂归位。怎么样？那老东西真藏在他家里吗？对，就在里面，甚至怎么害我都谋划好了。俩老瘪犊子玩意！老仆说了一大堆不能过审的脏话，随后才问我里面什么情况。他们打算对我下毒，买通熟人，把毒药加入我的食物或水里，或者干脆涂抹到我身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我。那怎么办？万一得手了就糟了，要不要在家住几天，不出门了？我摇了摇头，就算这次闭门不出，让他们放弃下毒，他们也会耍起阴招，到时候敌在暗我在明，不知道对方耍什么阴招，反而更加束手束脚。不如这次就引蛇出洞，把他们直接打死。第2天，我们把八哥还给了令大爷，大爷还说随时可以找他帮忙兜底。我笑笑谢过，转头就让吴晴晴给我买了大量的草药。吴晴晴虽然不解，但是照做，她效率杠杠的，加上我让她保密，她就嘴严，把草药包装一番，瞒过了所有人，送到了我这里。而我则是天天泡上了药浴，各种草药熬煮成水，浸泡洗澡，让自己短期内对毒素免疫，不再受中毒之苦。少爷，外面有人叫你。谁？单君鹏。我的同窗，在这个时间段来找我的，必然就是王宗安排下毒的人。一见面，单君鹏热情万分，还想给我一个拥抱，被我避开了。他尴尬一笑，想与我寒暄，我却不给他这个面子。你来找我来，有什么事？这不马上就要东奔西走了吗？我想见个面，咱们好好喝一杯，跟老同窗道个别。你确定是道别，不是给王有才报仇的吗？我此言一出，空气顿时安静了。单君鹏愣了好久，才勉强扯出一个笑容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我记得你是王有才最好的朋友。那都是过去式了，年纪小不懂事，你看着。对方冲了过来，强行握住了我的手。我真没别的意思，不想吃就不想吃吧，我走就是了。成功了。单君鹏马不停蹄的开溜，我也没阻拦，明知道有问题也没闪躲，而是在他走后不久，又重新坐进了药浴里。短短几分钟，手掌已经漆黑了。不过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，药浴隔绝了大部分毒素进入身体，那毒素并没有蔓延，而是在缓慢消退。我割开手掌，运用体能量逼出毒素，直到最后一丝毒素逼出身体。走，该我们出手了。是，少爷。接下来寻找到那大胡子男人，然后打。那大胡子必然藏在周围，并且现在正是虚弱好时机，错过现在可就难一下子打死了。我拿着武器快速在周围寻找，但是那普通小巷却层层叠叠，跟鬼打墙一样，竟又让我们绕了回去。蠢货蠢货！屋檐上传来鸟叫，一看是那八哥。跟我走，跟我走！八哥带路，我们跟着后面，一会竟摸到一个荒院子，院子早已荒废10几年，杂草丛生，无人居住。我们翻身进去，那家伙用邪法害我，现在反噬，是最虚弱的时候，随便来一个人就可以锤死他，更何况还是2个人。我们推开老旧房门，吱呀作响，果然屋内坐着一老者，有着浓密的大胡子。老前辈晚上好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阴险。你可没资格这么说，你才是最阴险的。说完我就掏出法器，来了一个狂轰滥炸，真几让！大胡子男吐血，眼瞅着就要被打死，2、3只鬼婴从他体内爬了出来，嘶吼一声，把我的攻击给挡了下来。夜路走多了，真是容易撞到鬼。我在这行干了5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被你这样的毛头小子给算计了。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大胡子一擦嘴角的血，扭头就想跑。老白，拦住他！而我则是留下了对付那3只鬼婴儿。鬼婴凶猛，
满口獠牙就要撕咬过来。可惜我更忙，一道天雷照头劈，直接把其中一个鬼婴打得魂飞魄散，而另外一个趁机想咬我的腿，我反手就是一个天蓬尺，对他脑门开局100抽，把鬼婴抽得晕晕乎乎，倒头就睡。而最后一只见状不妙，想要逃跑，真是便宜你了，试试我新收的法器。一道金灿灿的大印出现，对着鬼婴照头就盖。3只鬼婴加在一起，一共拖延了几分钟。而那几分钟最佳逃跑时机里，大胡子也没能成功逃脱，跟老仆打得有来有回。我上去帮忙，一个雷下去，世界安静了。少爷，这家伙好猛啊！明明都重伤了，打架还这么厉害啊！小兄弟，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对了，做人留一线，以后好相见。这样吧，我立刻取消王家的任务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大胡子吐出一口血开，伤得可不轻。那不可能，我又不是真的小孩子，鳄鱼嘴里的话能有多少真情实意？现在大胡子示弱是为了权宜之策，等他彻底有了能力，那迎接我的绝不是感激，而是疯狂地报复。我举起了手里的武器，他顿时大喝一声，浑身青筋暴起，冲着我扑来。我做好了起手准备，对方身体却冒出滚滚白烟，白烟遮蔽了视野，还有刺激性气味，而对方则是跟老鼠一样趁乱跑了。外面传来马车声，一追出去，马车早就跑了。少爷他跑了怎么办？要不要现在追上去？能追，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不用，还不至于。我转身回了屋，老仆看了看消失的马车，一跺脚也跟上。煞比煞比，八哥嘎嘎叫唤，笑话我们俩。年轻人，大晚上不睡觉，来干嘛呢？令爷爷笑得慈祥，仿佛刚刚散步完回家。没事，我们就闲着无聊出来逛逛。令爷爷还没睡呢。哎呀，人老了，较少，这不出来溜达溜达。煞比煞比，八哥站在令爷爷肩膀上，又开始骂人。令爷爷，您这鸟都哪学的脏话啊？哈哈，听别人说就学会了。这家伙聪明着呢。你们继续玩，我先锻炼下身体。好，令爷爷慢走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令爷爷挥了挥手，消失在夜色里。这破鸟嘴巴真欠，等我有机会了，非得拔掉它尾巴毛不可。老仆还对那句沙比耿耿于怀呢，却被我呵斥了。老白，不得无礼，那鸟来头不简单，小心被打一顿。开什么玩笑？那不就是普通的鸟吗？普通的鸟，我能附身成功吗？我虽然学会了附身，但是神魂如此强大，并非普通动物能容纳下的。更何况我师父是秦元一，秦元一没什么朋友，这个令爷爷就是其中一个。说对方真的没一点本事，我是真不相信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那八个刚刚就在外面守着我。算了，先回去吧。第二天，少爷，那大胡子果然连夜逃了。不只是他，王宗也是，生怕您报复，家产都扔了，名下的房子都卖了。也是，毕竟想捏死王宗是如此轻而易举之事，只要我想，对方就能立刻暴毙。所以王宗这才吓得魂不守舍，得知大胡子失败，第一时间连产业都不要了，连夜就跑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这老东西到底也是丧子难受，只剩孤家寡人一个。要是他以后长点脑子，不再来招惹我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轻飘飘的，我准备放下了，只要对方别再来恶心我，就饶他一命。若是对方再执迷不悟，那就只能连带着对方一起击杀了。几天之后，院子外又来了人拜会，这次是吴文成带来的一个高官，顺天府衙的大人，想要让我出手解决点小麻烦。是不是燕归城死了3个学子的事？这件事我略有耳闻，街上百姓到处都在谈论。说来惭愧，这件事处理不得当。现在这些学子的家人来到府衙闹，要死要活的哭喊，我们也是无可奈何。那老房子太过于老旧，还是拦不住那些胆大包天的学子，非要闯进去，结果出了这种事。男人说着官腔，明明都是叹气的语调，眼里却没有一点同情，反而都是责怪对方为什么非要死在这个城里，死在其他地方不行吗的那种傲慢。那老房子为什么被封那么久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听说是很久之前发生了火灾，烧死了几个人，即便后面重建了，新住进去的人说能听见哭声，就出现了闹鬼传闻。自那以后，大家都不愿意去住，那栋楼就自然而然地封起来了。这话没有说全，什么就因为学子抗议而直接封楼，不存在的。还是后面陆陆续续死了几个女子，闹鬼消息传得愈演愈烈，人们都搬离后，府衙这才不得已封了那栋楼。对于自己不好的地方，避重就轻的一笔带过，怎么减轻自己责任怎么说。那为什么不拆掉呢？既然是废弃的无用的老楼，那么拆掉对谁都好。
曾经试过，开工没几天就死了2个仆人，还有仆人说老楼里有好几个女子，说的像模像样，那些人中邪一样，还想闯进去。自那以后，请的小工说什么都不干了。后面我也找了其他人，但都是一样，要么死人，要么重伤。总之楼还没拆，伤亡倒是越来越多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彻底打消了念头，只能人巡逻，阻止其他人进入那栋楼。但是，大人支支吾吾，我示意他继续说。每过几年，都跟诅咒一样有人死掉，搞得我寝食难安，如噎在喉。行吧，今天晚上你带我去看看。我一口答应，却让大人吓了一跳。他连白天都不敢去，我却要晚上过去。能不能白天？只有晚上才能了解虚实。马上今晚大人带我过去。好吧。没办法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夜里，老房子外，大人远远站着，不敢过去。我跟老仆二人拿着武器进去。屋内破旧，明明没有光源，偏偏猩红一片，照亮了周围。甚至刚进去，老仆就看见了天花板上悬挂的女人头颅。我的个乖乖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看上去好凶。怕什么？小鬼而已，只是吓唬吓唬你。我手一挥，一道符箓过去，那头颅就惨叫一声，化为飞灰消散。走上了破旧带着裂痕的楼梯，路过房间，里面传来滴滴答答的水声。一看，水池里滴的不是水，而是大片血迹。少爷，是血。这确实有点恐怖了，老仆快不敢看了。我拿出大印，金光一闪，障眼法消失，一切又恢复了破旧又普通的样子。雕虫小技罢了，看你胆子小的。少爷，前面有人。老仆一个惊吓，直接跳入了我怀里，差点给我压死。怕什么？只是小鬼，你比他们厉害，你怕什么？我无奈拽着他到了楼里。那老房子最为不详，不仅破旧，还有大面积喷洒的血迹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，不一会就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个小册子，还有记录。10月1日晴，我们家几个姐妹一起住进了这里，希望我们可以永远这样幸福。2月3日，晶晶打了苏可一巴掌，就因为苏可给卜天良送了一封情书，不过也是她活该。谁让我们姐妹几个人全都喜欢卜天良呢？说好了一直做姐妹，她却想偷吃，真是个贱人。3月7日，阴，苏可那个贱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勾引的卜天良天天在找她。晶晶气疯了，拽着苏可的头发把她按在水里，还让楼里每个人抽她巴掌。虽然这样有些不好，但是还挺痛快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都是苏可不守规矩，让我们的友情出现了裂痕。我在翻日记，老仆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外面一片红光，而我手里的日记也流出粘稠的腥臭的暗红色血液，快速浸染了整本书不说，还流淌的满地都是，让我手都沾染了不少。36计走为上计。跑啊！可是少爷，我们还没调查清楚呢。还调查呢？你想被群殴啊？我拉着老仆就要离开，楼梯口却被几名女鬼堵住。女鬼狰狞，张开血盆大口向我咬去。大印！我喊一声，金光浮现，那强烈的金光自带灼烧效果，让女鬼们疼痛的后退。我也趁机带着老仆快速离开这里，只是还没走多久，就发现楼梯口被头发堵住。是的，被头发堵得死死的，那头发仿佛活物，还在蠕动着，像是终于锁定了目标，快速向我们缠绕而来。路又被堵住了，再换地方。我们狂奔，这次前面没厉鬼跟头发了，只是站着一个拿着刀的鬼木偶。鬼木偶娇小，却拿着尖刀向我扑来。我一脚下去，仗着腿长优势，直接把他踹飞3米远，完全无视了对方，向前跑。少爷，我动不了了！老仆大喊。一看，那个鬼木偶死死地抱住老仆大腿，不肯松手。滚！我掐了道诀，直接把那鬼木偶给打烂，这才把老仆的腿解救出来。不过耽误了一小会，后面的头发就追了过来，跟潮水一样，直接贴着天花板，满满当当的，看着能把人淹死的那种窒息感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接连施展雷诀，天雷滚滚，金色闪电凭空出现，打在那头发上，顿时传来焦糊声一阵，而那头发也在天雷下迅速消散大半，但仍有剩。灵巧敏捷地躲过，像是蛇一样分开数道地避开天雷。我跟老仆抱着天罡印，已经看见了生路。这里是2楼，我们俩体质都与常人不同，从窗户跳下没事，老仆已经率先跳下，平稳落地，而我一个起跳，却突然栽空。什么东西？有几缕黑色的长发缠住了我的小腿，让我没能成功跳下，甚至把我倒吊着往老房子里拽。而那些女鬼们也马上赶来了。我努力扭转着身体，
但是还没碰到，那头发就化作尖刺，想要刺穿我的身体。眼瞅着就要血撒当场，一条蛇尾挡住了那刺来的长发。黑蛇吐着蛇信子，把我圈入怀中。那漂亮的脸蛋上都浮现出蛇鳞，因为愤怒，对着那头发一撕扯，头发瞬间撕裂。他愤怒极了，把我随手一甩，扔到了楼下。还好老仆接得快，没让我摔地上。然后就是一阵撕扯、殴打与厉鬼喊叫声，他们似乎打得很欢，连带着红光都跟着暴涨。不过显然还是我拖了他后腿，他的神魂还不稳，没办法长期出来，没一会儿就得回来，免得我跟着遭罪。那些红衣女鬼似乎打了胜仗般对我虎视眈眈，但是无法从老房子里出来，只能死死盯着我，垂涎我的血肉。你们等着，我迟早灭了你们！我撂下了狠话，暂时离开，远离了老房子。大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对着我谄媚道：“大师，事情解决的怎么样？处理干净了没有？”抱歉，这栋楼的厉鬼太凶了，我今天没有搞定他。毕竟那不止一两个，而是一群。听见这话，大人脸上顿时惨白了起来。所有死在鬼楼里的人都变成了厉鬼，加上这么多年的滋养，已经成了众鬼的乐园。要不是我还有点保命手段，差一点就折到了里面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事儿解决不了了吗？那不至于，既然这事我已经接了，那我就会负责到底。若是实在解决不了，我还可以叫人。我师父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真人秦元一，他只是云游1年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要是我实在解决不了，把师父摇回来就好了。要是我师父都解决不了，那天底下就没有人能解决的了。背后有靠山，我说话都硬气，能成功就成功，失败了也有人兜底。我还需要收集一些信息，你看看这个，能不能找到他们之前的信息？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记录本。这东西是？这是其中一个女鬼的日记。若是能查到当年发生的事，或许事情就好解决多了。可是光有本子怎么办？都过去30年了，也查不出什么来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被烧死的那几个姑娘吧？既然是你的民众，就有档案，把他们档案挑出来。若是有当事人最好，一个叫晶晶的，一个叫苏可的，特别是苏可，重点留意一下。还有这个老楼的女子没有全部烧死吧？还有2个幸存者也一并找出来。只有了解这个鬼楼的怨气是怎么形成的，才能对症下药，想办法解决这栋鬼楼。大人点头应声，表示会立刻去查这件事。最好快点，这鬼楼怨念太深，若是晚了冲出来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什么？他们居然能出来？一听见这话，大人大惊失色，瞳孔都放大了，恐惧的直哆嗦。他是见识过厉鬼的恐怖的，要是真出来了，这个城里还能有幸存者吗？对，他们能出来。虽然现在还是地缚灵，不能离开这栋鬼楼，但能量一旦够了，挣脱了束缚，那可就……话没说完，大人就吓得连滚带爬的连夜去查资料了。我回家睡了一会，天刚亮就被门外的仆人吵醒。是大人，把资料找出来了，几个女子的资料都有，还有2个幸存者，只是可惜幸存者死了一个。据说是当初他执迷不悟，非要闯入被封禁的老房子，然后就惨死在里面了。而唯一的幸存者现在也生死未卜。他生病了，在火灾发生前正好出去，躲过了火灾，后来去了外地，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我让大人去找这唯一的幸存者，大人立马动身去了外地。少爷，有个陆风水师找你。风水师？同行找我，这倒是稀奇。我立马答应，请人到了屋内。那人是一个矮小的老年人，笑眯眯的，一开口就是寒暄。小子长得真快，感觉之前还是小不点儿呢，现在长这么大了。您是？我已经记不清他是谁了。我是你陆爷爷，你师父派来的。师父？对，他算出你有点困难，让我来帮你。我顿时双眼放光，我师父派来的人肯定有几把刷子，至少比我这个新人强些，能有陆爷爷帮助，鬼楼这件事或许没那么棘手。我需要化阵，稍微布置下，趁着他们还没跑出来，一举拿下。强攻不行，那我就用阵法磨死他们。恰巧阵法也是我擅长的，只需要布置1、2，用人的灵气注入阵法，激活法阵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消磨死他们。我忙得热火朝天，满心计划着如何布置阵法，而那黑色蛇尾也有一下没一下的打在我小腿上，痒痒的，但是并不讨厌。这只是众多冒险中的一个，以后还有更多的故事等着我去发现。这样想着，我的心情也平缓了很多，期待着下一次的大冒险。